这是在哪儿？天佑我君家，生出麒麟儿。祖老，夫人生了，是个男孩。哦，快抱出来让我看看！我这是穿越了。哎呦，龟孙儿，我的龟孙儿！怀胎10年，终于生了。战天，快让我抱抱孩子。这是荒古圣体。没错，是荒古圣体。可惜了。自然中存在着各种因缘际会，胎儿受感天地，催生出各种特殊体质，号曰3000体质，荒古圣体。在3000体质可排前5，圣体修炼有成，可与大地争锋。然晋古时期，天地法则巨变，天降10道枷锁，束缚圣体成长。战天，这孩子虽然难以修炼，但以我君家在仙域的地位，让他过上世俗皇帝般的好日子，倒也不难。我不仅穿越了，还附带了不能修炼的体质，难道是废柴流开诀？恭喜宿主获得签到系统，检测到签到点天地宫，是否立即进行签到？提示：新人首次签到可触发暴击，随机获得5星以上稀有奖励。果然有系统了，立即签到。签到成功，获得8星稀有奖励大成荒古圣体1具。签到倒是签了，可这奖励是怎么来的？难不成是身外化身？啊，身体动不了了？什么情况？这是圣体以下。万圣朝拜。我虽然有大地之子，这话可不兴说的。天生打破枷锁的荒古圣体，简直闻所未闻。哼，那太古祖龙朝出了一位龙傲天就沾沾自喜，这下可得打脸了。被他们吹得好像我现在就已经无敌了一样，要不以后还是低调一点。哎呀，还没给我宝贝孙子取名呢，你们说叫他长生如何？烂大街！哎，就是太俗了。那不如就叫他逍遥吧。成仙容易逍遥难，我只希望我的孩儿日后逍遥一生。那就叫君逍遥吧。成仙容易，逍遥难。哎，这是他说过的话呀。战天，莫要忧心，君无悔可是白衣神王。也许他没有陨落，只是困在了什么地方。那愿如此吧。两位祖老，逍遥是大成圣体一事，一旦传出，后果非同小可。我们需一起动手，隐匿逍遥身上的圣体波动。确实，仙域里针对我君家的势力可不少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老爷子很懂嘛，猥琐发育不要浪。怎么回事？啊！不好了，老祖宗的棺材板压不住了！柔儿，抱着孩子来这边。麻烦阿爹和各位祖老了。黑面雷公，黑煞天兵，自知驱斗，阳神不刚，风。哦，在空中
有种失重的感觉。你们这帮蠢后生，到底在做什么？这是您是18世祖，君家晚辈恭迎18世祖。我君家后人，何时做事需要如此遮掩？难道连一个孩子都保护不了吗？怎么又来一个老爷子啊？长得都差不多，我快记不住了。老祖且莫动怒，我等是怕日后有人对我孙儿不利。我看谁敢把话给我放出去！谁要是对这孩子不利，老朽不介意掀起一场不朽战，杀他个天翻地覆。不朽之战，不朽经道统发起的世界大战，战则天翻地覆，苍生喋血。老祖竟然肯为了这个孩子！老祖，您的意思是您要出死关护着孩子周全？有何不可？死关，那是仙域最顶尖的修士们摸索出的一种极端的修行方式，以棺椁合身，彻底隔绝外界。成则破关而出，败则封关埋葬。先天大成荒古圣体，这是天赐我君家神子，是大气运。日后君家所有资源都向这孩子倾斜。另外，授予这孩子0号序列。0号序列？0号序列又是啥？从刚才开始设定就太多了吧？谁来解释一下呀？军氏一族人丁兴旺，族人可达万人之众，其中有10个特殊的存在，能够得到由老祖授予的序列。拥有序列，意味着拥有争夺家主之位的资格，而有一人可以凌驾于这10个特殊存在之上，号称下一代家主，便是0号序列。上一代0号序列正是君逍遥的父亲，白衣神王君无悔。老祖，如此安排怕是不妥。每一位序列的资格者都需经历无数考验，这孩子出生就获得0号序列，如何服众啊？他们要是不服，让他们日后来夺便是。这个我不管。啊，不是，这老爷子是不是直接给我把旗子插满了？我还只是个孩子呀，让我躺平不好吗？哦，宝贝不哭，举高高。无悔，你的孩子已经出生了呀。能不能不要再举高高了？先给我弄件衣服吧，好冷啊！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宿主前往太岳古碑签到。太岳古碑？号外！惊动18世祖出关的君家神子今年3岁啦！找我购买神子近况消息，2大有优惠哦。逍遥啊，接下来我说的至关重要，你仔细听好。修行最初是肉身境，共有5大境界，只需天才地宝牧养便可达成。其后是神藏境，亦有5大境界，分别对应人的心、肝、脾、肺、肾5种脏器。等到神藏5境大成后，便可聚灵海、凝神功、化真灵。爷爷，那突破神藏境需要多长时间啊？普通人要5年，天骄要3年，至于你嘛，或许1、2年就够了。要1、2年？我感觉好像随时都能突破。哦，你运功给我看看。好的。不愧是我孙儿，这么快就入定了，这悟性和天赋。等等，
竟直接连破2境，没有半点凝滞。不，这是连破5境。爷爷，我好像成功突破神藏境了。爷爷，不愧是我君家麒麟儿，这天赋太离谱了。爷爷，不愧是我君家麒麟儿，这天赋太离谱了。您没事吧？没事没事，爷爷现在非常感动。逍遥，为了庆祝你突破神藏境，爷爷要送你一份礼物，你有什么想要的吗？就算问我想要什么，但我还不太了解这个世界。啊，对了，爷爷，你知道太岳古碑是什么吗？太岳古碑，巧了不是？没有谁比你爷爷我更了解太岳古碑。那本是伫立在荒天仙域的一座石碑，只要向它发出攻击，就能检测肉身强度。后来被我们君家挖来，放在了斗武场上，用来供后辈弟子检测肉身。好家伙，还挺近啊！总之现在应该……爷爷，能带我去看看太岳古碑吗？我已突破神藏境，也能检测肉身强度了吧？好好好，爷爷陪你过去。爷爷最好了。好家伙，15万斤！她今年才几岁啊？是分家庶出的那个女孩，她好像还挺有名的。哼，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君玲珑，你号称七巧玲珑心，将来注定长寿，怎么比起上次测试才增长3万斤气力呀？3万已经很厉害了吧？是蓝清雅，第10蓄力军杖剑的追随者，别招惹他。怎么不回话呀？无话可说吗？喂，不准无视我！麻烦。喂，听说你拒绝了仗剑公子的邀请。军杖剑实力还不错，但气量小了点，否则又怎会放任你来找我麻烦？算了吧。自视清高，替仗剑公子好好教训你。就凭你，还是算了吧。哦，就是这里呀。这孩子什么时候出现的？已到达签到地，太岳古碑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6星奖励神象镇域镜。奖励发放中，象之种类变化万千，巨象为幼，化为龙象；龙象为轻，化为猿象；猿象为壮，化为神象，是为大成。6星奖励，神象镇域镜。上次签到获得的大成荒古圣体好像也是8星。这个星级是指法门强度，也不知道最高能有几星啊？喂，小鬼，你谁呀？知不知道这是哪儿？这可不是小鬼该来的地方。哎呀，好聒噪的声音！你问我是谁？天地宫君逍遥，有意见啊？天地宫？难道这孩子就是那个惊动18世祖出关，被赐予神子身份？啊，什么呀？怎么都躁动起来了？君家子弟，拜见神子。这个坏东西，绝对是故意的。拜见神子，刚才多有失礼，请神子见谅。拜见神子！刚妹呀，这时候不应该跳个人出来质疑，然后我再当众打脸树立威信吗？哎，算了，
能够测试肉体强度的太岳古碑，来都来了，不试试可说不过去啊！象之种类，变化万千，具象为右，化为龙象；龙象为轻，化为元象；元象为壮，化为神象。神象镇狱境，神象镇狱境。厉害！即便不调用体内的灵气，也有这种威力。又抽到好东西了呀！我记得他才3岁，他从出生起就拿着最好的资源，厉害是挺厉害的，不能对一个3岁的孩子要求太高。可他这，总之，配不上神子身份。对，就得这样，这样才有意思。这股强大的气息是怎么回事？就连仗剑公子身上也没有这种恐怖的压迫感。既然你们觉得不过瘾，那我就拿出全力给你们看看。哎呦！完蛋，搞砸了！这石碑应该也是个宝贝吧？这下怎么收场啊？万古奇境啊！所谓万古奇境，是指在过往的无数个纪元中，没有任何人在这个年龄段比你的肉身更强。爷爷，刚刚突破神方境，就立即触碰到了灵海境的门槛。真不知道你这小子的上限到底在哪儿啊？话说刚才那招是什么？你是在哪儿偷学的？爷爷，太岳古碑碎了。哎，碎了就碎了，没啥好稀罕的。怎么能这么说呢？好歹也是咱君家的宝物，缝缝补补，说不定还能用呢。你居然还有这种小心思！放心，咱们老君家宝贝多着呢，不差这一个。走，回去爷爷给你讲解一下灵海境的法门。且慢，何事？好沉重的压迫感。弟子君玲珑，愿奉神子为主，请允许我成为神子的侍从。啊！秦玲珑这家伙，明明仗剑公子都屈尊亲自招拢他了，他只是想把仗剑公子的脸面扔在地上踩吗？为什么？你为什么想成为我的侍从？刚才你扑通下跪的时候，虽然声音不大，但我还是能听见周围的惊叹声。他们小声说你是天之娇女，说你天生七巧玲珑心，七巧玲珑若不陨落，必定成圣。既然注定会有一番作为，又何必追随我呢？您是真的不知，还是想考验我的诚意？他是分家的人。作为分家子弟，不论是资源还是人脉，都少得可怜。如果他想往上爬，就必须和主家攀上关系。这小丫头眼光不错，一眼就看出我孙儿日后必成大业。居然是因为宗族阶级，得亏我投胎投得好。我知道你想追随我的理由了，我可以答应，不过你得给我端茶倒水、洗衣叠被，无聊的时候还要陪我玩。如果能做到，我就给你一切你想要的资源。玲珑愿追随神子左右，肝脑涂地，万死不辞。知道了，知道了。那么现在，走，咱们回天地宫。等等，逍遥，举高高难道不是爷爷的特权吗？别开玩笑了，比起满身肌肉的老爷爷，肯定是小姐姐更棒吧？怎么这样？
那个，真的没关系吗？啊，没事没事，走吧，我给你指路。我明早不会因为左脚先迈进大门，而被逐出君家吧？必须尽快通知仗剑公子。站住！蓝清雅，你应该知道仗剑公子正在闭关，别去打扰他。可是出大事了呀！那个叫君逍遥的小鬼打破了万古寂静，就连君玲珑都选择了追随他。如果不赶紧通知仗剑公子的话，这种事等公子出关后自行决断。我看他八成是闲得没事儿，又跑去挑衅君玲珑，被打脸了，跑来找公子哭诉呢。你这人怎么说话的？想干架是不是？啊，这股气息是……是仗剑公子，仗剑公子出关啦！仗剑公子，你可算出关了。这不是清雅吗？是专门来接我出关的吗？仗剑公子，刚才那2个家伙拦着不准我见你，你说他们可不可恶？确实可恶！你们2个自己掌嘴20。是。仗剑公子。所以，还有谁惹你不高兴了？瞧这一脸委屈的。哼，还不是那个君玲珑？你还不知道，君玲珑追随了一个非常嚣张的小鬼，名字好像叫君逍遥，简直就是把您的脸面……你该不会打着我的名号，在君逍遥面前大呼小叫了吧？真是被惯坏了。君逍遥污秽族书与江家神女之子，还颇受18世祖重视。见鬼，惹到他的话，可能会丢掉第10序列的位置，得去赔罪才行。可以呀，咱家逍遥小年纪，看不出来还挺会撩。有了小姐姐，就不要爷爷了。怎么会呢？人家永远是爷爷的亲亲小宝贝呀。哎，行了，别在这里恶心了啊！我问你，你今天在太岳古碑那边使用的招式是什么？那个是一点奇妙的机缘，叫做神象镇狱禁。神象？没听说过呀。总之就是一个很厉害的招式，据说练到大成的话，可以化身太古神象，还能召唤地狱之门，驱使地狱妖魔为我而战呢。这么厉害，不会有走火入魔的危险吧？应该是没有的吧。总之你有在努力就好。等你10岁时，我们会为你办一次生辰宴，到时候荒天仙域的诸多势力、荒古世家、无上大族全都会来赴宴。等到那一天，我们将向整个仙域公开你0号序列的身份，属于你的时代就要到来了。恭喜宿主已触发新的签到地点，请在10岁宴上签到。10岁宴，也就是说还得等7年，这时间跨度是不是太大了？签到的规律到底是什么呀？神子，天地宫外，君仗剑请求拜见。你怎么神出鬼没的，吓我一跳！是您说我可以把这里当自己家，放轻松的。你还真是一点都不见外啊！算了，你刚才说谁要见我来着？君仗剑，那是谁啊？是蓝清雅追随的公子，与您同族，算是您的族兄。所以蓝清雅又是哪位啊？就是那个声音超级吵的小女孩。是她呀！你说声音超吵我就知道了。所以那个族兄突然找我干嘛呀？属下不敢妄加揣测。你，行吧，带我去会会这位族兄。听说我麾下的追随者目中无人，冲撞了逍遥族地，所以今日我特地带他来负荆请罪，还望族地大人大量，饶了这小丫头。什么负荆请罪？这混账分明是来给我下马威的！
族兄来的突然，逍遥只有这种粗茶可以招待，还请族兄见谅。哪里，是我唐突了，居然把君临龙当端茶倒水的丫鬟，这臭小鬼！族兄打算让他一直跪在这里吗？族弟说笑了，既然是负荆请罪，如果族弟饶了他，自然就不用让他在这里丢人现眼了。族兄可能误会了，我这个人呢，从来不记隔夜仇。如果有人得罪了我，我会当场打回去。所以你不用打着向我赔罪的名义，满足自己的特殊癖好。失礼了，请别在意我。你们继续。看来族弟是对我的赔罪不满意了，那就没必要留着这个蠢货了。真粗暴，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仗剑公子？族兄好大的火气啊！不过，在天地宫直接动手，族兄是在挑衅我吗？误会，族弟贵为君家神子，我又岂敢冒犯？真的吗？我怎么就不太相信呢？哼，专门跑到我的地盘上来教训手下，还想在我面前杀人，吓唬谁呢？我要真只是3岁小孩，说不定会被你镇住。只可惜你惹错人了。我要真只是3岁小孩，说不定会被你镇住。只可惜你惹错人了。这是3岁小孩的力道。哎呀，族兄，没骗你吧？如果有人得罪了我，我会当场打回去。今日天气正好，不如咱俩切磋切磋，也好加深兄弟感情，如何呀，族兄？您不会不敢应战吧？欺人太甚！冷静，不要被一个3岁小孩挑衅。既然族弟想要切磋，为兄自当奉陪。可不论怎样，我都比你年长，所以我只出3分力。你若胜得了我，我便将这元天至尊令送你。当然，若你胜不了，最好还是为你失礼的行为道个歉。元天至尊令，这是好东西。小神子，既然是他自己提出的，别客气，揍他一顿，直接把令牌薅过来。那个令牌可能与传说中的至尊秘藏有关。至尊秘藏，细说。所谓至尊，就是指那些站在荒古仙域巅峰、不朽不灭的存在。你说这种大能留下的秘藏里，会有多少好东西？原来如此，族兄大气，逍遥在此谢过了。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乃堂堂君家第10序列，人人公认的天才，所以为什么我会被一个3岁小孩压制？而且他扭来扭去的好恶心啊！族兄，加油啊！好恶心，好想揍他！啊，好热闹啊！发生了什么事？第10序列的仗剑公子和神子正在比试呢。比试？神子才3岁吧？这不是欺负小孩子吗？嘿嘿，这可说不准啊！直到刚才为止，仗剑公子一直被压制着呢。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既然是被18师祖钦定的神子，自然有其过人之处。是我太过拖大，应该认真一点。那是紫皇剑诀，对付一个3岁小孩需要这样吗？这仗剑公子也忒输不起了吧？输不起个屁呀！你们根本不知道这个小鬼有多古怪。族弟当心了，可别受伤了。紫皇剑诀，就算在君家主脉中，也属于上层功法。9道剑气交织成网，封死对手所有的逃脱路线。那家伙是打算下死手啊！耶！不过也没什么关系就是了。我的剑，怎么说呢？总感觉族兄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弱呀！啊！那是我的牙，我的牙为什么会在天上飞？发生了
什么？嘿嘿，原天至尊令我就收下喽。检测到关键道具，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在元天至尊秘藏签到。这还真是意外之喜啊！看见没？那就是你整天挂在嘴边的仗剑公子，修为算不上翘楚，人品也不怎么样。你本来就不怎么聪明，别再傻乎乎的被那种人忽悠了。够了！我不需要你的怜悯。君张谦、君玲珑、君逍遥，你们这些信君的，全部付出代价！你可真会说话呀，难怪人家讨厌你。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啊。以后你哪天在外面被打了，别来找我，我不想管。盛夏就在此般吵吵闹闹中过去。秋叶凋落，冬被唤醒，春华绽放。不知不觉，时间又转过一轮四季。总算到了！哇，这里就是君家神岛吗？好热闹啊！如果能遇到可爱的小家伙就好了。道极天宗道，附上神子贺礼，道书9卷。大衍圣地道，奉上神子贺礼，巨神玉髓1瓶，绝品神元100枚。大商王朝公主道，送上至宝山河图1副。当心点，这可是神子10岁宴的正式礼服，可别损坏了。这么多世家大族都来庆贺神子10岁生辰，长脸啊！长得又不是你的脸，你乐啥呀？你有容颜嘛？哎，你说咱神子打小就天资卓绝，这次闭关怕不是要突破到真灵境了吧？恭迎神子出关，还请神子沐浴更衣，换上10岁宴礼服。神子？闭关太无聊啦，我出去玩喽！神子教官啦！3年，整整3年，我吃了整整3年的闭谷丹呢！如果不能赶快休息，还有什么意义？我这辈子再闭关，我就不想去。真要计较的话，比起干饭，闭关的时候10天半个月不能洗澡更让我讨厌。哎呀，就是说呀！话说你怎么在这儿？我是奉家主之命，前来捉拿某位弃傲关的神子回宫的。再见！你还跑？那套礼服得花半天时间才能穿上，再不回去就来不及了。拒绝形式主义！我才不穿那种又重又麻烦的礼服，到时间了我会回去的。救命啊！我什么呀，丑八怪！明明是你先烧到小灰灰的爪子的。我已经道歉了。道歉有什么用？小灰灰的爪子都骨折了。哎呀，这位小姐有话好说，大家有话好说呀。哎呀，您看要如何赔偿您才能高抬贵手，放过我家小伙计？岂有此理！谁稀罕你的赔偿？你们把我当什么了？俄人的3教9流之徒吗？他弄断了小灰灰的腿，我也打断他1条腿，这就够了。饶命啊！这是哪儿来的刁蛮小鬼？敢在我君家的地盘上欺负人，胆儿够肥的呀！看气息，应该也是修士。哼，给他点教训。谁竟敢偷袭本小姐？等等，手感……真是霸气！手感搞得好恶心！活该！谁叫你欺负普通人呢？你是
出来的丑八怪，敢管本小姐的事，你知道我是谁吗？说别人丑八怪的人，自己才是丑八怪吧？你这丑八怪！气死我了！哟，还挺快。打不着。这不是能伤人的力道，也就是说，他并不是真的想伤我，应该只是想出气。别逃啊，你这丑八怪！过来和我大战300回合！别！你都抓不到我，还和我打什么呀？有本事就来抓我呀，小丑八怪！我要杀了你！总之，先把他引开，我可不想把事情闹大。而且君玲珑那个二愣子还在追我呢。那个纹饰是青州江家，江家这个年龄的大小姐，该不会是……那样就麻烦了，是不是该阻止他俩？但是，感觉会很有意思，开戏吧。你给我站住！居然真的能跟上我，这小女孩不简单啊！今天我不揍你一顿，我江若离誓不罢休！原本只想顺手救个人，没想到会引来这么大个麻烦，该如何收场呢？哎呀，10岁宴要开始了，抱歉了，小姑娘，接下来我赶时间，不能陪你玩喽。青州江家道，奉上上古圣兵1件，不死药3株，丙级圣丹100枚，绝品神元1000块。哇，好丰盛的贺礼！毕竟江家与君家世代联姻，江家也算是君家神子的母族。哎，你们瞧，白衣美人肯定就是江家那位身怀先天道胎的神女江圣依，她身边那位小姑娘，想必就是江家的掌上明珠，拥有元灵道体的江洛离。这位小明珠看上去好像不太高兴啊，据说她和君家神子有娃娃亲。小孩子嘛，肯定是在闹别扭。现在的年轻人都在讲究什么恋爱自由。碰钉子了吧？看你下次还敢不敢到处乱跑？哼！别让我逮到那个丑八怪，否则我非削他一顿！你确定你削得过人家？若不是那位少侠没有歹念，你怕是没法全虚全影的来参加君家神子的10岁宴了。讨厌姐，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洛离姑娘，好久不见，今日可好？抱歉，您是哪位？洛离姑娘忘了，在落月秘境，我们……我想起来，你就是那个谁？在下荒古叶家，叶星云。啊，对，你好，再见。洛离，你太没礼貌了。没办法呀，姐你也知道我脸盲的，我根本记不住那种大众脸。少爷，你没事吧？福伯，我觉得被洛离姑娘冷落的感觉好棒啊！您高兴就好。人已经到的差不多了，诸位千里迢迢前来参加我孙儿的10岁宴，老夫在此拜谢了。听闻君家神子3岁就打败了第10序列，不知如今是何等境界？恐怕已经到达了真灵境了吧？嘿嘿，来了不少有魄力的年轻人呐。想
坐在洛丽姑娘旁边。不知君家神子现在何处？为何迟迟不肯现身？他嘛，好问题，我也不知道那臭小子跑到哪儿去了，只能想办法再拖。哎呀，别着急嘛，老爷子。嚯！主角，不都是最后才出场的吗？在下君逍遥，感谢诸位前来参加我的10岁宴。搞什么鬼？这么重要的日子居然迟到！你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这回是真的生气了，回头得哄哄。是发型，是衣服，是指甲那个家伙！喂，你！我去，这小鬼怎么也在这里？赶紧想办法糊弄过去。哟，这位美丽的小姐，我们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吗？其实，仔细观察的话，那家伙可是个丑八怪，怎会有如此可爱的脸蛋？肯定是我认错人了。这家伙莫非也是个高手？洛离这丫头老毛病又犯了呀！只要看到觉得可爱的东西，就会变成这副德行。有情况，小子可以呀！虽然你们已经提前认识了，但我还是得正式介绍一下。逍遥，这位是江家的掌上明珠洛离姑娘，也是你的未婚妻。虽然个子娇小，但她比你年长一点哦。不，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这种展开？我都是神子了，还逃不过包办婚姻。对了，只要让这个小姑娘讨厌的话，把下午戏弄她的人就是我这件事告诉她。来，这个给你。这是我俩全脂水炼制的灵丹，快吃吧！答应我，保持现在这张脸不要长大，不然就不可爱了。哎呀，不行啊，这孩子也病得不听啊！冷静点，君逍遥，不要放弃思考啊！一定有办法把这个婚约退掉，一定有办法把这个婚约退掉。就是你，你赶紧跳出来，说我们已经私定终身，价格你随便开。啊！那个一毛不拔的神子竟然……但是我拒绝，我还想活着离开这里。你是我的侍从，理应从我的安排。对不起，我选择辞职。你小子，只是想看戏而已吧，笑容收敛一点啊！恭喜恭喜，真是天作之合呀！哎妈呀，这些人考虑过我还只是个10岁的孩子吗？谁都可以啊，来打断一下这个节奏吧！我不同意这门亲事。少爷，不可胡闹！我没胡闹。可笑！我君家的婚事，几时轮到你叶家插手？爷爷，等等！啊！敢问公子尊姓大名？免尊姓叶，荒古叶家叶星云。叶公子可知，自古以来抢亲这种事，都得拿出实力才行。怎么，君家神子想和叶某过2招？哼，有何不可呀？君家神子和叶家少爷要打起来了，有好戏看了。听说你此次特意提前出关，就是为了来参加逍遥族弟的10岁宴。毕竟是3岁就能将你击败的族弟，终归是有点好奇的。切！不过比起他，更稀奇的还是这位。以他的性格，竟然会来参加这种宴会。哎，2位公子，
请务必点到为止。放心吧，福伯，我有分寸的。君家神子，请指教。叶家星辰王体，果真名不虚传。不知君家神子会如何应付啊？我还有左手。躲开了！开什么玩笑？竟然全都躲开了！在外人看来，他好像是勉强招架我的攻击，实际上我根本碰不到他。绝对不能在洛丽姑娘面前出丑！咦，这个好像有点不妙哎！看你怎么躲！玩脱了！这样下去，搞不好我会被小哥的招式撕成碎片。那么，金色灵气是荒古圣体，真是荒古圣体，难怪10年前能引发万圣朝拜的异象。不过不是传闻，荒古圣体已经成了鸡肋废体了吗？恐怕是君家耗费海量资源，帮助这孩子打破了几道枷锁吧。可即便如此，荒古圣体的路也走不长啊。少爷，你怎能对一个10岁的孩子下此重手？不是的，福伯，我没有。那个时候，这家伙是故意的。老伯，请不要苛责叶公子，毕竟是我提出的比试，叶公子修为超绝伦，是我败了。众所周知，荒古圣体已是鸡肋废体。逍遥自制鲁钝，不敢耽误江小姐的前程。这婚约还是解除为好。小兔崽子在这儿等着我呢。这家伙只是单纯的在嫌弃我吧？逍遥哥哥，请放心，就算你是什么荒古废体，洛离也会对你不离不弃的。明明比我年长，干嘛要叫我哥哥？不要靠近我呀！胡闹！不愧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嫡系，可不是嘛，都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嫡系，我们不知要努力多久才能得到的东西，人家却生来便拥有了。什么玩意儿？这就是所谓的荒古圣体？连小小萤火虫都打不过，也配号称人族圣体？太古龙族，袁清雅，你是在耍本大爷吧？本大爷可是听说你有突破枷锁的荒古圣体，才特意跑过来这里的。干杯！恭喜龙子大人成功融合龙元。嘿嘿，那可是龙元啊！换做普通人，身体早就撑爆了。只有龙子大人此等天骄才能炼化。一枚龙元算得了什么？我大哥早已融合炼化了整整3枚，迟早我也要和大哥一样。祝龙子早日神功大成！哎，龙元是啥呀？你连这都不知道？龙元是龙族至尊陨落后遗留的血肉精华，里面蕴藏着各种天赋神通与符文烙印，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宝贝。酷毙了呀！哎，咱也能用吗？用个屁！一滴就能把你撑得爆体而亡。只是融合了1枚龙元，便在这里沾沾自喜，却不知隔壁君家已经出了个万圣朝拜的神子，实在可笑。何人在此大放厥词？
我倒是谁那么大口气，区区人族也敢跑到祖龙巢撒野？龙子，不如把这家伙煮了，给兄弟们下酒吃吧。不，你刚才说君家什么？祖龙巢与君家有仇，果然来对了。龙子还不知道啊？君家神子生来荒古圣体，正遇见传书，广邀荒天仙域四方豪族参加他的10岁宴呢。荒古圣体，放在几千年前还算个宝贝，现在就是鸡肋废体。就凭这，还敢广邀四方豪族？安静！你继续说，一具鸡肋废体怎么可能得到君家重视？荒古圣体被称作鸡肋废体，是因为有天道枷锁的存在。可如果他打破了那枷锁呢？可恶，这该死的龙崽子！喂喂，这位小哥，在我老君家的地盘堂而皇之的殴打君家弟子，是不是太过分了呀？君家弟子？你在说什么？那家伙是我的女奴，我自然想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是的，我是龙子大人的女奴。喂，你这个贱人，竟然敢引祖龙巢的人来扰乱君家大宴，这是在打君家的脸啊！如果追究起来，恐怕连我这个序列身份都保不住了。女奴，好怪啊！好好的大小姐不当，跑去当小龙人的女奴。啊，我知道了，你是传说中的福瑞控吧？我懂，我懂。小玲子，你先带他下去。是，冷场了，好丢人啊！我家老爷子说过，我们老君家和龙族的关系一直不太好啊，尤其是我老爹君无悔手撕龙族至尊，将其扒皮抽筋后，龙族就视我们老君家为死敌。小哥，你若是想以牙还牙报那一箭之仇，应当直接冲我来才对。只会欺负女人，用这种方法恶心君家，着实下流。看上去非但不够威风，反而像个废物。也难怪这些年一直被人看不起。放肆！竟敢羞辱龙子大人！哇！阴天雪原，去！是君家的第10序列和第7序列。祖龙龙子身后的2位侍从也是太古王族之后，在君家序列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实力如此强悍，序列都进不了前5，也不知君家前5的序列都是什么妖孽呀！这就是荒古世家的底蕴啊！放肆的是你们吧？我们君家容不得你们这些乡下来的泥鳅撒野！你们别太嚣张！好强的气力，是龙族大神通截龙手！你给我祖龙巢龙子，休得猖狂！还是神子。就是这个，这才是突破枷锁的荒古圣体。族兄、族子，2位且先退后。这小哥是来找我的。可是，无妨，让你们退下，你们就退下，给他们腾出地方。今日本就是这小子的10岁宴，就让他亲自给4方豪族助助兴。
好快，我根本跟不上他们的动作，难怪我之前碰不到他。少爷，不要眨眼，好好看着。真正在时代顶端战斗的，不是像你这样的天骄，而是怪物。龙拳，人王玉。嘿，两个小崽子劲儿还挺大。你好像很高兴啊，不是来找我报仇的吗？上一辈的恩怨，我管那么多干嘛？好不容易能和突破天道枷锁的人族圣体打一架，怎能叫人不兴奋？再接我一招，荒古圣体！面对全力以赴的对手，认真回应才是礼节。我会展示给你看的，你所期待的荒古圣体。那个姿势是驯乎玄，浑行无穷，正向天，阴阳一阳成一统，万物滋行。是太玄剑，君家秘传的至尊功法。以太玄玉器凝结为刃，化作神兵。君家兵法诀，传闻此诀大成后，灵气可凝聚成万千神兵，斩天灭地。斩！来吧！这就是荒古圣体。终有一日，我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吗？不愧是君家神子，果然天生英才啊！恭喜君家再增天骄。这小子，你在搞什么？啊！这龙子竟然催动龙元，强行突破到了神桥境，这只会让他根基不稳，对他来说并无益处。为何要这样做？不对劲，那是灵气的丝线，有人在操控它。在天上，藏头藏尾的东西，给我出来！什么？你这家伙！喂，醒醒！被当成木偶操控算什么祖龙超龙子？你给我清醒点儿！宿主已触发签到地点10岁宴。宿主已触发签到地点10岁宴，是否签到？差点忘了，还有系统，赶紧的签到！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7星奖励至尊骨。解锁至尊大神通上苍劫光。哇，难道是至尊骨？天生至尊，这君家真的个个是妖孽呀，太可怕了！这小子什么时候拥有一块至尊骨的？所谓至尊，就是指那些站在荒古仙域巅峰、不朽不灭的存在。至尊之骨，不朽不灭。龙族至尊，原来如此。想杀我，却拉不下脸面亲自动手，于是就把小辈当玩物。
早闻我家老爹圣人境手撕龙族至尊，今日我君逍遥就要子承父业，在此灭了你这藏头露尾的大泥鳅！国盟正在灼烧我的鳞甲，这小子竟能逼出本座身形！是祖龙朝的幽龙至尊，难怪那龙子敢前来君家挑衅，背后竟有至尊坐镇。等等，也就是说，君家神子以真灵境的修为，逼得一位至尊现身。天哪，数万年来发生过这样的事吗？胆小鬼，总算出来了。君家小辈勇气可嘉，今日之事到此为止。到此为止？先来我君家挑事，再用这种下作手段针对我，现在轻飘飘的说几句话就想让我罢手？你好大的脸面啊！你想怎样？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今日我要子承父业，在此屠了你这幽龙！大胆！区真灵境的小鬼，竟能承受我的龙威！从何时起，一个小小的准至尊也敢在我君家放肆了？这个声音是……天哪！至尊的手臂就这样轻而易举的被……你本可带着这小鬼安然离开，你却选择了在君家出手。18族，G18，住手！你敢杀他？何止是他，你也一样。既然来了，就留下吧。你这疯子，你是想掀起君家和祖龙朝的不朽战吗？聒噪！不朽战又如何？我君家屹立仙域无数年，何曾怕过谁？陆仙剑诀，一剑斩龙。战天，在，把这条黑龙烤了，用来招待来宾。是。这龙族至尊血肉，给我们吃，吃了得罪祖龙朝，这就是不给君家面子，怎么办呀？想必在座诸位都知晓，我君家有10大序列，个个都是绝世天骄，但在10大序列之上，还有一个位置。剑斩祖龙朝龙子，硬扛幽龙准至尊，神子君逍遥，正是我君家新的0号序列。果然如此啊！毕竟身怀至尊骨，还有这突破枷锁的荒古圣体，真灵境就能逼迫准至尊现身，这世间有几人能做到？话说，荒古仙域的最后一位大帝就是出自君家吧？君家恐怕又要出大帝了。他很在意这玩意儿。这小子体内有尚未炼化的龙元，你且将其取出，自行炼化吸收，对你大有裨益。宴会结束之后，再来见吾。乐离，你要尝尝龙肉吗？不要，好腥。少爷，吃吧，龙族准至尊的血肉，对你有益无害。族老，在下有一疑问。你是想问逍遥是否参与过序列争夺吧？没有，他的0号序列是刚出生时18族亲自指定的。我知道这对你们来说或许不公平，
所以你们可以随时对他发动序列争夺战。唯有此事，18族不会插手。万劫失礼了，尚有要事，告辞。哼，此子虽说乖戾，却不是笨蛋。要是他现在就和逍遥打起来，君家脸就丢大了。对了，逍遥人呢？回族老，神子去提炼龙源了。看情况，神子可能会直接突破境界，在体内搭建神桥。真灵境到神桥境，这可是个大跨越。不好，得赶紧找到他。那个龙昊天的尸体烧了，在这里，去帮我找个地方埋了。您好像有点低落。在你看来，我应该高兴。确实，打败对家的后起之秀，扛住超越自己7、8个境界的至尊威压，给家族长了脸，我是应该高兴的。这个世界，人命真贱啊！大争之势，弱肉强食，强者为尊。他既然敢跑来君家闹事，自然是做好了失去性命的准备。神子又何必介怀？弱肉强食，那人和野兽有什么区别？果然，您的思考方式简直不像这个世界的人。如果您对这个世界的法则感到不满，那就只有成为至尊之上的至尊，天上天下唯一的大帝。只有这样，您才有改变法则的能力。你说的对，无论是重生还是系统，我既然得到了这一切，终归是有理由的。天上天下，3000世界，我为大帝，方得逍遥。君天地，君天地！这是七窍玲珑心窥见的未来，也就是说，神子他真的……你怎么了？脸色突然变差了？没事。待我吸收了这枚龙元，应该会突破境界。荒古圣体每突破一个大境界，都会招来雷劫。你先离开，免得被雷劫波及。记得给我准备好新衣服啊！是。开始吧。哦，那是劫云。不好，已经开始了。去！神象炼狱镜这门神通，共有4番变化，分别是穿透万物的最强攻击冥神之矛，阻断万物的最强防御冥神守护，奇迹如风的至高身法恶魔之翼，以及炼化世间万物地狱熔炉10万雷劫，助我不朽圣躯。金色灵气，是君家神子再度荒古圣体之劫。该散了吧？竟是拍碎了劫云。哪位天骄渡劫不是战战兢兢，生怕陨落？这大争之势，怕是要变成君家神子一人的舞台了。这大争之势，怕是要变成君家神子一人的舞台了。丹田汇聚灵海，脑中构建神功，肉身幻化真灵。完成这3个境界，便可在体内搭建神桥，连通丹田灵海与脑中神功。神桥还差一点才能完全搭建。大半天劫之力与龙元都被这块至尊骨吸收了，看来还得找些天材地宝，对这块骨头进行滋养。神子，你来的正好。宴会结束后，我要离开天地宫，四处周游历练。你帮我找找，
都有哪些值得去的地方？是。现在该去见老祖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才能让祖龙朝的无上至尊如此动怒？那军18胆敢诛杀本尊一脉的龙子，还剑斩幽龙，暂息雷霆吧！你这样发怒又有何用？难不成要杀上君家？真当我祖龙朝是任人揉捏的路边野狗吗？军18是君家出了名的疯子，要找他报仇太难了。既然他敢诛杀我祖龙朝龙子，我们又何尝不能杀他君家序列？那个被他们宠上天的荒古圣体小崽子，也该入世了吧？此事是否要知会傲天？不必，傲天正在闭关炼化第5颗龙元，等他炼化完7颗龙元，加上地龙之血，足可横推仙域年轻一代。届时，哪怕是那君家神子，亦可随手诛杀。好，君家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少爷，感觉如何？君家神子身怀荒古圣体以及至尊骨2种超绝体质，修为更是远胜于我，而他却没有因此倨傲，甚至对我以礼相待，我可真是个废物啊！道心崩坏了吗？不过，我也没打算放弃。我没有资格成为他地路上的绊脚石，但有些事情总得靠自己去争取。您能这样想就好。老祖，您找我。很好，气宇轩昂，果然有大帝之姿。逍遥，我问你一件事：他年你若为天帝，当如何？他年我若为天帝，自当镇压一个时代，镇杀世间一切敌人。若仅是如此，那未免太无聊了。从古至今，每一位大帝都能做到这一点。我为天帝，必将开创一个震古烁今、超越所有人想象的时代，一个有手机、有网络、钢铁驰骋于大地，凡人亦可触摸星辰的时代。有趣。逍遥，你可想学陆仙剑诀？就是您一剑斩杀幽龙至尊的剑诀？剑乃百兵之君，荒天仙域的剑诀浩如烟海，而位列其巅峰的，则被世人称作5大神诀。我君家陆仙剑诀正是5大神诀之一。5大神诀？不巧的是，陆仙剑诀的威力有多强横，就同等的有多难学。因此，这门绝学并不对普通族人开放，免得他们无故耗费几十载光阴，也摸不到入门门槛。如今，你即将出门闯荡天下，这是我赠予你的底牌。多谢老祖。陆仙剑诀总共有3式，第1式仙云，乃法力之剑，针对肉身躯壳；第2式仙灭，乃灵魂之剑，针对神功元神；最后1式陆仙，乃是灵肉合一之剑，也就是我斩杀幽龙至尊的那一剑。等学会了第1式，你便正式出山闯荡。从此以后，必须自己摆平问题，不可能每次都恰好有老头子在你背后撑腰。逍遥明白。神子10岁宴的贺礼已经全部清点完毕，分类入库了。是啊，不愧是七窍玲珑心，让我们来干，估计大半年都弄不完。可不是嘛，玲珑小姐与其说是神子的侍女，不如说是管家呢。
玲珑无有惊奇，家父重疾在身，我力参加君家神子的10岁宴。君家贵为荒古无上世家，恳请赐不死之药1株，以救我国之君亿万黎民。朱雀古国，愿以国相报。这封玉简不是写给神子，而是写给我的，是他。君家祖地的方向。神子。陆仙剑诀是18祖。不对，这道剑芒虽然强横，却还达不到18祖的高度。是逍遥，这才3个月，那小子就学会了陆仙剑诀，他到底是什么妖孽？你小子，老祖，我这是仙陨，可算合格？老夫当年参悟这仙陨，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你小子，你小子！去吧，是时候创造属于你的时代了。总算可以离开家门出山闯荡了。不知小玲子帮我选好地方没有？哦，对了，还得去和爷爷辞行。你找我？爷爷，你怎么也和小玲子一样神出鬼没？废话，你在祖地整出那么大动静，我能不来看看吗？学会陆仙剑诀了？勉勉强强第1是吧？真是个小怪物！你从小在我眼皮子底下长大，我竟没发现你藏着一块至尊骨。不瞒你说，我自己也才发现，可见你的大孙子我是个遇强则强的宝藏男孩啊！算了，我也不是过来听你贫嘴的。瑶瑶，你身怀2种顶级体质，修炼起来也需要付出双倍精力，特别是荒古圣体。除去你出生时就出现的万圣朝拜，还蕴含着5种尚未觉醒的异象。这5种异象还需你自己参悟开启，但爷爷知道哪里可以让你加快领悟第2种圣体异象哦。爷爷，你告诉我嘛。这一幕怎么感觉似曾相识啊？哎，行了行了，别在这里恶心了。你可听说过盘武神朝？盘武神朝，那好像是一个不朽神朝级别的顶尖势力吧？没错，盘武神朝的开创者乃是盘武大帝，但这不重要。我君家也曾出过祭天大帝。重要的是，传闻盘武大帝身怀荒古圣体，有传言说，在盘武神朝皇宫深处有一座盘武陵，可能同盘武大帝有关。但盘武神朝不会轻易让其他人进入他们的秘境吧？这倒是，不过事无绝对，我只是告诉你有这条路。若是实在不行，为了你的前路，强闯进去也不是不行啊！老君家这股霸道劲儿，还真是一脉相承啊！这件事我记住了，我会找机会去盘武陵看看的。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目前已经触发的2个签到点，元天至尊秘藏和盘武陵，都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去的。哟，你该不是在等我吧？我是您的侍从，理应在此恭候。哎，别，你这样我瘆得慌。有什么事儿直说吧。玲珑，确实有事相求。我不是说过我不喜欢你们这样唐突下跪吗？罢了，我看看，朱雀古国，不死药，我倒的确不缺这东西，给1株也未尝不可。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在朱雀古国皇宫签到。玉儿，不死药强求不来，你
再为此委屈自己了。父王安心，已经有眉目了，玉儿一定会治好你的。陛下，青龙古国的皇子殿下正在偏殿等候。那个混账东西，把他给我轰出去！父王切莫动怒，我去应付他。多日不见，疏于问候，还请殿下见谅。玉儿，你我之间又何须如此生分？几天不见，你又憔悴不少。承蒙殿下挂念。放心，待我二人大婚之日，青龙古国自会奉上不死药作为聘礼。玉儿全赖殿下了，但愿你们真有这么大方。可恶！陛下分明是和青龙国主一起探索秘境时中的毒，他们却以此为要挟，要求殿下联姻。他小臣哪来的脸在殿下面前装深情？阿朱，晋升，隔墙尚且有耳，更何况是在这种空旷的室外。我就是为殿下感到不值嘛。祖上传下来的基业，迟早被青龙古国吞掉。倘若真和青龙古国联姻，朱雀古国就会陷入彻底被动，就没有别的出路了吗？殿下有急报！君家回信了！太好了，太好了，是玲珑的回信，父王有救了。这只也不行，果然还是该选刚才那只。可是，小姐，小神子这是在做什么？他大概在挑选，应该骑什么坐骑去火州。以神子的身份，自当家九龙玉辇，怎么在这些异兽里挑选？他不想太高调，倒不是怕有人找麻烦，只是……他说的这个愿以国相报，是指臣服于我，成为我个人的附庸势力吧？正是如此。事实上，君家每一位序列背后，都有属于自己的附庸势力。就连第10序列军杖剑，背后也有听命于他的古剑宗。朱雀古国近年来虽国力渐衰，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且皇女拜月儿身负朱雀神火，在年轻一代亦算是天骄。你不会只是在为小姐妹求情吧？玲珑岂敢？玲珑对神子一心一意，又怎会为了区区外人，坑骗神子的不死药？行了，别演了，开个玩笑而已。不过，我确实也不想把什么蜀雀之辈都收入麾下。朱雀古国配不配得到这株不死药，我要亲眼看看。神子的做法总是异于常人。果然那天我窥见的未来是……小玲子，咱们就骑它去火州吧，这可是头一档的神兽哎！拒绝。对了，神子，在出发前还有一件事需要你定夺，不知你是否有时间？啊？什么事？是蓝清雅，我姑且将她关在地牢中，族老吩咐这件事由你去处理。哦，那个吵闹的小姑娘，你觉得我应该怎样处置她？勾结外族，为祸君家，按照族规，当处折刑。折刑？就是将罪人的4肢分别钉在木桩上，于阳光下暴晒，直至干枯。哼，论折磨人，还是这些土著玩的花呀。玲珑，取支笔来。正常叫我的名字，也就是正经事。君家有我，何愁大地不出？这可是未来大地的语录，将来必须发给每个适龄儿童全文背诵。记下来，对于像蓝清雅这种一上头就干出蠢事的臭小鬼，君天地语录第1条：不教而杀，谓之虐。终于来了，我只有一个要求，给我个痛快吧。我只是来传达神子对你的处罚的。蓝清雅，你勾结外族，为祸君家，神子罚你长跪天地宫外1年思过。这1年里，不论遇到什么，你都不能离开，
1年后恩怨结清，你将被逐出君家，君家也不会再找你麻烦。若你仍对神子心怀怨愤，就自行修炼，向他提出挑战，他不会拒绝任何人的挑战。若你仍不思悔过，继续勾结外族针对君家，那么他会踏平你所勾结的任何势力，然后亲手杀了你。神子他没有就此事针对我吗？神子大概根本没在意当年你得罪他的事，你又何必苦苦介怀？那孩子到底还是太过心软。与其说是心软，不如说，在这天下横行霸道的时代，他却想走让万民臣服的王道。王道可比霸道难走多了。这世上又有几人能做到真正的万民皆服呢？云龙，月儿，果然到最后还是要靠姐妹，男人根本一个都靠不住。你可别抬举我，麒麟不死药有，但不在我手上。什么意思？我的主君，他说要亲眼看看这个国家值不值得他拿出不死药，所以没有一起过来。你的主君？天哪，能让你这般天骄都心甘情愿追随的人，到底是什么妖孽？这个嘛，等你见过就知道了。好茶。如果没有那些吵闹的家伙就更好了。你聋了吗？我要的是你们这儿最好的酒菜，你就拿这种东西打发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吗？混账东西！因为你害得兄弟们心情都变差了，你该怎么补偿啊？妈，朱雀石也要来扫兄弟们的兴？不，我只是觉得，青龙使不必为了这种不入流的小厮动怒。既然这家酒楼的饭菜入不了您的眼，我们再找一家更好的就是。臭小子，看在朱雀使的面子上饶你一次。菜做这么难吃，还开什么酒楼？赶紧关了吧！难吃？真是山猪吃不来细糠，竟不懂品鉴此般美味。没事吧？还好。这些你拿着，再忍忍，会过去的。是，我们会忍耐的。客官，您追加的大份烤羊排来了。小哥，刚才那些是什么人啊？在皇都都敢这么嚣张，你们国主不管的吗？唉，客官您有所不知，我们国主前些年与青龙国主一同探寻秘境，结果不慎被太古妖兽九煞蛇魔所伤，此后身中剧毒，卧病在床，非麒麟不死药不可医治。恰好青龙国主手中有一株不死药，他承诺将此药赠予我国，但条件是我们的皇女要与他们联姻。刚才那些人就是青龙古国大皇子的手下。听起来像是吃绝户的手段。绝灵不死药对于修行者来说是千金难买的神药，即便是无上道统亦或不朽势力也没什么库存。那青龙国主当真舍得？哼，谁知道呢？那些青龙使者自从来了皇都，天天欺男霸女。不过只要想到皇女殿下也在忍辱负重，我们也会想办法忍耐的。你好像很尊敬那个皇女，毕竟皇女身负朱雀神火啊。朱雀神火，在3000体质中似乎也算不上翘楚。公子是来朱雀古国游历的外乡人吧？我们是朱雀神鸟的子民。朱雀神鸟生于烈火，死于飞焰，神火不灭，朱雀不亡。所以，皇女殿下对于我们这些朱雀子民来说，是信仰的象征。原来如此。来者何人？亮出宗令。在下韩厥，是一介散修，炼气境9层，想要拜入玉清宗，不知可有门路？三灵根。
你是谁？怎会出现在皇女的寝宫？快来人！有刺客！来者何人？报上名来。黄州君家，君逍遥。君家，即便您是君家贵人，也不能擅闯皇女寝宫。还挺有骨气的嘛。你们这帮笨蛋，还不快住手！殿下，完蛋了！察觉到气息后就立刻赶了过来，结果还是没赶上。月儿，有一件事，我得提前告诉你。我家公子虽然年少，但性情乖僻，很多时候，就连我也搞不懂他在想什么。他不会因为你是我朋友就高看你，也不要指望我会为你求情。我若开口，只会徒增他对你的反感。想要从他手中得到不死药，只能靠你自己去争取。搞砸了，该怎么做才能挽回现在这局面？玉儿不知贵客驾到，有失远迎，手下冲撞贵客，因为玉儿管教不严，还请公子见谅。那就是小林子的好闺蜜，这是要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想必你就是朱雀古国的皇女，那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何而来，可你却没有提前知会手下，看样子是并不欢迎我的到来。是君某唐突了，我这就告辞。公子留步，冒犯之处，请公子私讯。只求公子给我一个机会。免了，一国皇女在子民面前向外族下跪，成何体统？隔空射物。好吧，我给你一个机会。一盏茶的时间，你要如何说服我留下？火州域广3000里，地大物博，幅员辽阔，皆为朱雀古国疆土。公子若愿赐不死药一株，救国主性命，这3000疆域的亿万子民，包括我等皇族在内，皆可为公子所驱，鞍前马后，万死不辞。你好像搞错了什么。我君家主族所住的黄州土地，便比火州大上100倍。更遑论黄州周围的道州也在我君家的掌控之中，何须你这小小火州为我所欲？玉儿愿视公子为主，一生为奴为婢，只求公子垂怜赐药。殿下不可！看见这家伙没？此人君玲珑，纵横江湖23年，端茶倒水，洗衣叠被，杀人放火，谋财害命，样样精通。她就是我的侍女，你认为自己能取代她吗？那必然是不能。不能就对了。你们这些小姑娘，不要以为只要出卖身体就能换来利益。唉，我还是给你指条明路吧。毕竟我也不是什么魔鬼。这个国家的子民似乎都很敬重你这位皇女，但我不确定你是否值得他们敬重。正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若你们朱雀皇族是连自己的子民都无法守护的废物，我又凭什么要将珍贵的不死药浪费在你们身上？3天后我会离开这个国家，在那之前，你若仍旧无法让我改变主意，那就只能说明朱雀国主与我手中这株不死药有缘无分了。你是在怪我为难你的小姐妹吗？岂敢岂敢，只不过我没有杀人放火，也没有谋财害命。对不起。父王，我想做一件事，但我不知道那样做对不对。贸然行动的话，可能会给朱雀古国带来亡国之危。若你真的想做，那便去做吧。为父信你，神火不灭，朱雀不亡。来者何人？亮出总令。在下韩厥，是一介散修，炼气境9层，想要拜入玉清宗，不知可有门路？三灵根。神子还会弹琴？
不会，你会吗？会些普通的曲谱，但不精通。朱雀古国皇宫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4星奖励，古圣兵，凤鸣岐山。没事，会就行。抽空教教我。为什么突然对弹琴感兴趣？用金手指通关游戏多没意思啊！所以我不仅要学弹琴，还要学跳舞。有机会的话，还想当木匠或是铁匠，然后想办法搞出计算机，开发电子游戏。又在说听不懂的怪话了。哎，话说，你的好闺蜜会想什么办法来让我改变主意？我不知道，不过她的性格远比她现在表现出来的更加张扬。确实很张扬。花婆婆，出了什么事？小姐，就在刚才，你那个朋友带着封休书去找青龙古国的大皇子了。哼，这什么退婚流展开啊！走走走，快去看戏。玉儿，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个玩笑可一点也不好笑。就是字面意思。朱雀古国即日起与青龙古国解除联姻。殿下也知道，朱雀古国近日国事繁忙，还请殿下即刻返程。他日玉儿自会亲自上青龙古国赔罪。你是在羞辱我吗？是你在羞辱我，羞辱整个朱雀古国。说是以不死药为聘礼联姻，婚期却定在3年之后。我父王还能撑到那天吗？你的手下日日在皇城中折辱我朱雀子民，你管过吗？你想试探我的底线，我现在告诉你，这就是我的底线。挺硬气的，有后台了就是不一样。听说日前有位白衣公子闯入你的寝宫，而后大摇大摆地从正门离开，是你的小情人吧？不过是变成了另一个男人的玩物罢了，用身子去交换不死药，自甘下贱，确实没资格入我青龙国门。这老哥脑补能力有点强啊，所以这位会怎么回应？原本我只是觉得你有点斯文败类，现在却发自内心的感觉你很可怜。你说什么？作为一个男人，既可怜又可悲，不是吗？只能靠臆想和侮辱来挽回自己可怜的自尊。住嘴！糟糕，没忍住。该死，既不防御也不躲闪，这女人是什么意思？哇哦，刚才那一下脏腑都震碎了吧？哎，我受你这一掌，两国的情分就此结清。这里已经不欢迎你了，请你离开。大皇子殿下，白玉儿，我喜欢你的回答，你说服我了。多谢公子。你是何人？路过的小情人，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你们这对狗男女！不好意思，我现在看到龙族就有点心烦。截龙手！竟然一巴掌就……玲珑，敢问公子现在什么修为？萧晨也算是4项古国声名显赫的天骄，竟如此轻易。公子目前是神桥境后期。这不是直接超了2个大境界吗？公子才多大呀？10岁。啊！公子只有10岁，虽然看上去挺大只的。世界真奇妙呢。混账！别小看我！哟吼，龙气加身，有点机缘在身啊！臭小子，给我跪下！凭你也配？真龙困天术！来者何人？亮出宗令！在下韩厥，是一介散修，
炼气境9层，想要拜入玉清宗，不知可有门路？三灵根，凭你也配？真龙困天术！发生了什么？我为何会倒在地上？对了，我彻底输给了那家伙。这小子的眼神，混账！不准怜悯我！公子，请手下留情。玉儿，那什么，他死在我们朱雀皇宫可能会有点麻烦，能扔出去再打吗？白玉儿，可以啊。隔空射物。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龙气？还给我！聒噪！黄州君家，君逍遥，记住这个名字，随时可以来找我复仇。现在，给我滚！什么情况？这谁？被打得好惨！好像是青龙古国的大皇子。活该，肯定是被皇女打的。别怕，没弄死，只是废了他全身经脉罢了。那小子身上还有一些机缘，迟早还会爬起来的。哦，对了，这个东西，这是青龙行木，你行火，以木生火，这龙气当能助你突破真灵境。多谢公子。哎，先别急着谢，带我去见你父亲。是，公子这边请。又恶化了。如果不尽早寻得麒麟不死药的话，大臣准备起草诏书，将国主之位传于玉儿吧。陛下，父王，父王，你的病有救了。玉儿，玉儿，你身后的公子是君家的逍遥公子。逍遥公子，前段时间硬抗幽龙至尊的那位君家第0序列，没想到他竟会亲自过来。玉儿，扶我起来。贵人驾临，岂可如此失敬？国主不必如此，省去那些繁文缛节。贵国皇女通过了我的考验，所以我会信守承诺，赐予阁下一株不死药。麒麟不死药，每株不死药问世，都会引起荒天仙域的震动。他竟随手就能拿出4株，这就是荒国世家的底蕴吗？当然，你若接受了这株不死药，也当信守承诺，从此往后，朱雀古国臣服于我君逍遥，成为我个人的附庸。玉儿，朱雀古国愿为逍遥公子效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很好。这不是青龙古国的大皇子吗？怎么像条狗一样？听说这小子被朱雀皇女下了休书，还被打成了这样。谁叫这家伙之前那么嚣张啊？君逍遥，君逍遥，该死！我在干什么？像个白痴一样。我青龙古国的后人，都如你这般没有志气吗？谁？
来者何人？亮出宗令。在下韩厥，是一介散修，炼气境9层，想要拜入玉清宗，不知可有门路？三灵根。点击契约，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 10点更新1集。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后人已将老夫遗忘了吗？您是？我青龙古国的开国老祖，青龙上人，不孝子孙萧晨，拜见老祖。本座早在数年前便已苏醒，察觉到你便是我青龙古国如今的国运之子，往你体内输送了不少龙气，没想到却为他人做了嫁衣。老祖，您可是差半只脚就能踏入至尊之境的准至尊，方才为何不直接出手镇杀那君逍遥？糊涂！也不说老夫现在实力实不存一，单说那君逍遥，你可知他是何人？不就是黄州君家的子弟吗？唉，你自有天资出众，但却困于眼前这1亩3分地，消息还没老夫这个蹲在戒指里的元神灵通。听着，那君逍遥乃是君家神子0号序列，就在前不久，君家老祖才灭杀了与本座同阶的幽龙至尊。君家代代都出疯子，若是对他出手，不过半日，青龙古国就会被君家夷为平地。我岂不是一辈子都无法报仇雪恨了？别气馁，你乃国运之子，本座断然不会让你如此黯淡收场。你虽浑身经脉被废，却是福祸相依。本座将这门准至尊的功法青天化龙诀传授于你。青天化龙，不破不立。今日大仇，便要让那君逍遥100倍奉还。短短数月就提升到了神桥境大圆满，公子这修行速度着实让人惊叹。这速度之于公子来说，已经算慢了，恐怕是耗费了更多时间去修炼陆仙剑诀。你2人寻我何事？君家传信，是仗剑公子寄来的消息。仗剑公子，谁来着？哦，是那个粗眉毛小子。仗剑族兄寻我何事？念。是。神子敬启。神子敬启，南辕道州异象显露，有至尊气息弥漫。若无意外，当为元天至尊秘藏出世，特此告知，仗剑敬上。君仗剑，他对我还挺客气的。好像是因为蓝清雅的事，他觉得你帮他解了围，所以想报答你。既然是族兄的好意，那我便收下吧。备车，我要乘9龙玉辇前往南辕道州。遵命。国主的情况如何？回公子，父王服下不死药后，身体已无大碍，此时正借助不死药的药效，闭关尝试突破圣境。那位病秧子国主竟然是位准兽，真是人不可貌相。看来这次你是无法与我同行了，好好处理国事，将来有的是机缘。不错，竟在短短数月之内就将青天化龙诀修炼到了第4重，
修为更是提升到了神桥境中期，不愧我青龙古国的国运之子。还需多谢老祖的指点。站住！美人儿，你往哪儿跑？昆州范围内，没有人能摆脱我们魔狼道。是昆州近来小有名气的魔狼道。看气息，那头领的修为已然达到了皈依境。神桥大成，灵肉相合，圆融皈依。哼，有这般修为，竟在这荒芜之地自甘堕落。可恶！若非我无法动用修为，又岂会被这些阿杂破财缠身？美人儿，你还是老实跟我回家吧。来者何人？亮出总令。在下韩厥，是一介散修，炼气境9层，想要拜入玉清宗，不知可有门路？三灵根。点击契约，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一帮小贼，给我滚！哪儿来的毛头小子，竟敢管我魔狼道的事儿？滚！你小子！该死，竟敢对老大动手！你受死吧，蠢货！你没事吧？你是谁？小子，这女子怕是有些来历。她身上有能遮蔽我探视的法宝，应该是某个不朽道统的天之娇女。与她打好关系，对将来对付君家神子大有帮助。在下萧晨，青龙古国的萧晨。姑娘若是想在昆州历练，可去东南方的山脉，那边尽是落单的妖兽。比起盗匪出没的荒野，终归是要好对付些的。好像是青龙古国大皇子的名字。奴家武明月，多谢公子大救。明月，这个给你。多谢。这一路多亏有你帮忙。看什么呢？白玉儿那个女人抛弃了我，不想却让我遇到了更好的。难道这就是命中注定？啊！我只是想起了我那负心的未婚妻。负心，可有苦衷？明月有所不知，事情是这样的。啊！世上竟有此不可理喻之事！你那未婚妻劈腿的世家公子究竟是何人？告诉我，我去帮你讨个公道。明月不必动怒，我的仇理当自己去报，怎能依靠他人？不必多言，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不管你的仇人有何世家，我都无所畏惧。若他胆敢继续以势压人，我武明月定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后悔。你太激动了，先吃点东西吧。这下有盘武神朝长公主相助于我，君逍遥，我看你还能得意多久？哎呦，你没事吧？没事，肯定有人在背后蛐蛐我。话说回来，我们已经到南天城了。哟，还挺热闹。君家子弟拜见神子。粗眉毛，是君仗剑。族兄不必多礼，你我皆为君家子弟，何须如此生分？神子竟如此宽厚，不计前嫌。仗剑族兄，敢问这位前辈是？老夫是道极天宗的老道人，君家神子亲临，我道极天宗可谓蓬荜生辉呀。道极天宗老道人，据说位在宗主之上，竟劳烦前辈亲自迎接，逍遥愧不敢当。神子无需客气。
老道早已备好住所，神子这边请。喂，你们看到君家神子了吗？长得可真俊啊！那个10岁单杀幽龙至尊的君家神子，哎呀，我怎么就不是女的呢？不然啊，我就能嫁给他了。想得挺美啊你！逍遥公子刚才看了我一眼，胡说，分明是他看我。看来今夜要有很多姑娘无法入眠了。祖兄，咱们君家这次都来了哪些人？君家除去你我，以及血皇祖子，还有万劫族兄得到了元天至尊令。万劫族兄是君家第5序列，你10岁宴的时候亦有出席。万劫族兄身怀雷劫战体，他对你第0序列的身份似乎颇有微词，身子还是小心为上。也不是不能理解这位族兄的心情，毕竟我这么优秀，被嫉妒很正常。放心，大家都是同族兄弟，只要他不在背后暗算我，我还是很大度的。神子果然大度啊！何事？大人，他来了。果然来了。我早知他从军帐剑那儿夺了一枚元天至尊令，却没想到军帐剑会主动去讨好他。道极天宗的那帮牛鼻子也是瞎了眼，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怎能与大人相比？没有谁生来便理应高高在上，我会向君家证明一切的。来者何人？亮出总令。在下韩厥，是一介散修，炼气境9层，想要拜入玉清宗，不知可有门路？三灵根。点击契约，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第10拜见老祖。第10，当初那元天至尊蛮横霸道，从我祖龙朝夺去了几具价值无量的远古龙骨。此次秘藏开启，你去将那龙骨夺回来。对了，要小心君家神子。此次秘藏开启，他说不定也要入世争锋。是，帝师谨遵老祖之命，定将远古龙骨带回。君家神子有那么强大吗？能轻易击败龙昊天的家伙，你说呢？可龙昊天只融合了1枚龙元，我已炼化2枚，我比龙昊天强得多。总而言之，小心为上。遵命，帝师告退了。像我苍龙古皇一脉，原本有位被封印在神元中的嫡女后人，现在却失去了下落，完整的青天化龙诀也随之遗失。若能够找到那位嫡女后人，让其破封出世，那君家神子又算得了什么呢？远古龙骨，没错，元天至尊秘藏已在南元道州现世。元天至尊当年从祖龙朝夺取了几具远古龙骨，你必须得到它。要离开了吗？元天至尊秘藏现世，我必须去寻找机缘。那就去吧，多加小心。明月，终有一日，我会去盘武神朝娶你。我萧晨说话算数，绝不食言。这小子说什么胡话呢？明知我们是不可能的。好无聊啊！这都几天了，元天至尊秘藏怎么还没开启？神子莫急，距离秘藏开启还有数日。此次秘藏由南极道宗为首，
各族长老联合，他们打算将这元天至尊秘藏打造成年轻一辈的历练场所，所以多费了些时日。就没别的事可做了吗？公子不是要学琴吗？正巧此次雪皇大人也在，不如向他讨教。哦，族子擅琴啊，与仙武琴宗的教女们比起来不值一提，只能说是消遣。没事没事，反正肯定比我强，族子教我嘛。我知道了，神子不嫌弃的话就献丑了。好哎。神子原来是这种性格吗？该正经的时候还是会正经的。茶，小姐，你可算问对人了。我们南辕道州的特产正是清新灵茶，入口醇滑甘润，回味绵长。我这里正好有一盒万年年份的好茶，售价只要……不用说了，我买。抱歉，这万年份的清新灵茶我要了。老板，还有哪里有卖这种万年灵茶？这条街的茶我全都要了。这么喜欢茶啊？莫非阁下是传闻中广极东州的道友？失敬失敬。不是，这女人怎么完全不吃挑衅呢？这似曾相识的智障挑衅，总感觉想起了某位故人。如此挑衅君家贵女，你是不想活了吗？此人是君万劫的追随者，是来故意针对你的。大概猜到了。第10序列军杖剑。哼，听说你因为那个女人被君逍遥揍了一顿，如今却要反过来当他们的舔狗吗？你知道我的名号还敢挑衅，是谁让你这么做的？君万劫。好快，到底是君家序列，我根本不是对手。不过，你才是。知道我是大人的人，还敢这么嚣张？军杖剑，你好歹也是君家第10序列，如今却像条狗一样对君逍遥摇尾乞怜，如此自甘堕落，不如趁早卸下序列身份，如何？君万劫，你到底想做什么？做什么？稍微教训一下不成器的族弟罢了。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用剑劈开了落雷。也对，要是连这点本事都没有，如何能成为君家序列？下手这么狠！如果这道雷劈的是君临龙，他半条命就交代在这儿了。君万劫，是要在这时候同时操戈，向旁人看笑话吗？同事操戈，这只是族兄对族弟的告诫。回去告诉君逍遥，让他以后行事低调一些。告诉你们神子，我家大人才是君家新一代的顶梁柱。闭嘴，黑土，该走了。是大人。可恶！你没事吧？我挨揍的时候，他居然还在给神子买茶。虽然早知道如此，但心里还是有点凉凉。没什么大碍，只是有点麻罢了。要告诉神子吗？君子报仇不隔夜，直接把他嘎了吧。算了，神子的脾气我领教过，秘藏开启在即，还是不要内斗的好。你变化还挺大的。那什么，为何此音啊？大概是神子开启。看吧，我就知道。哦，你们回来了，上哪去了？没听到我？
我们为神子买茶去了，这是南辕道州特产的。族兄，你和谁打架了？哎，雷电之力淤积在经络中，他自己好像没有察觉。如果不做处理，恐怕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内伤。族兄，把牙咬紧。不好的预感！这是9万斤的雷，竟埋藏在我的经络中！混账！已经完全感觉不到麻痹了，是神子用灵气疏通了经络。族兄啊，我最后问你一次，想好了再回答我，是谁伤了你？大人实力冠绝天下，为何不直接去镇压那君逍遥？君逍遥身怀荒古圣体以及至尊骨2种体质，不可小觑。况且秘藏开启在即，与君逍遥相斗只会影响我的状态，到时候恐怕还会被那些族老责难。哼，那些狗眼看人低的老东西！君逍遥若是有脑子，也会等到秘藏之事过后再来找我。我这人呢，从来不记隔夜仇。如果有人得罪了我，我会当场打回去的哟。疯子！就因为我会变成这样，我才不想说的呀。君逍遥，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倒想问你是什么意思？秘藏开启在即，你却对同族兄弟出手，谁给你的胆子？只是稍作惩戒，又没真把他怎么样。堂堂君家神子，气量竟如此狭小吗？哼，你说的对。只是稍作惩戒，没有伤他性命，想必以族兄的气量，定然不会见怪。君逍遥，叫我大度，自己却在发飙，什么双标狗？大人，可恶，去死吧！这是什么？哇！住手！我修至尊法，身具雷劫战体，当替天行法，掌控万道雷劫，八雷尽绝，黄雷神。替天行法，请你退。恃强而凌弱，必以力衰而亡。给我好好反省！不，救救我啊！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混账！该死！若是再给我10年，我怎会？怪了，为何你们这些人总觉得自己只需10年苦练就能超越我？你连10岁的我都打不过，却在假定能够打赢20岁的我。发生了什么？怎么这么大动静？天哪，房子都塌了一大片。好像是君家内斗，打得还挺凶的。人可是往这边聚集了，这样下去，君家会沦为笑柄的。身子，还请速战速决。知道了。族兄，我得罪过你吗？为了你那卑微的自尊，把事情搞成这样，蠢不蠢？我们是同族，是兄弟，不是敌人。我们本该携手共进，而不是相互厮杀。君家从未……你是旁系出身，从未被君家善待，所以嫉妒我，觉得我是个被资源堆出来的废物，根本比不上你。所以，这就是你恃强凌弱，对同族兄弟出手的理由。就凭你这小肚鸡肠，也配自称替天行罚？
现在我给你2个选择：臣服于我，成为我的奴仆，或者死。你要杀我？为什么不呢？就算我杀了你，君家会责罚我吗？毕竟你只是一个无权无势，还试图谋害同族兄弟的渣子。你跪下！我只给你3个呼吸的时间考虑。3，我要死了，就这样死在这里。2，可恶！哥，该死的！1，君晚节任，臣服公子。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这是奴印。奴印，烙印于神宫中的灵魂印记，被种下烙印者将永远无法反抗主人。当然，这种烙印只有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才能铭刻。你的选择让我意外，我本以为你是那种宁死不屈的人，都准备说敬你是条汉子，然后放他一马。我有一个妹妹，她在幼时被流放下界，我发誓一定要将她带回仙云，所以我不能死。下界，9天10界之间的壁垒，可没那么容易打破。既然你背负这么重要的事，干嘛跑来挑衅我啊？为了没必要的义气之争，把自己搞成这样，对得起妹妹吗？啊，有这时间不如拿去修炼呢。你搁这和我犟的时候，妹妹指不定就在吃苦受累。是。竟然哭了！喂，你们听说了吗？是君家内斗的事吧？那君家神子可真够狠的，竟逼自己的族兄为奴。我倒是听说是那君万杰先去挑衅的呀。在这大争之势，如果不狠，怎能拼出一条地路？神子大人，干嘛？又不是我想闹大的，这不是为了帮仗剑族兄出头吗？我的锅。我并非指责你，只是蓝清雅也好，君万杰也罢，你好像每次处理这种事情都有些高举轻放了。竟然在对神子说教，不愧是玲珑啊！所以你是想让我杀了君万杰？恕我直言，您处理蓝清雅和君万杰的态度，无疑在给别人传达这样的信息：君家神子是个仁慈的人，即便招惹了他也没什么，至少不会死。如果运气够好，还能得到他的庇护与资源。此后故意来招惹您的人，只怕会越来越多。我也不是什么人都收啊。但是，算了，小玲子，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算了，小玲子，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呢，有个少年，自幼无父无母，被算命的瞎子收养，一生穷困孤苦。逍遥啊，你这是又得罪了哪路神仙？别提了，有人下河游泳溺水了，我把他们捞了上来，结果这俩小畜生硬说是我把他们推下去的，害我被打了一顿，气死我了。这样啊，你很委屈？能不委屈吗？那俩小畜生也就是看我好欺负才敢这么说的。你是觉得只要你身份高贵，那2个孩子就不会说谎？我觉得他们还是会说谎，甚至还会想办法讹我一笔。那下次遇到这种事儿，你还会去救人吗？大概还是会吧。我不在乎那些小畜生的死活，哪天他们在我看不到的地方被撞死，我就会拍手叫好。只是，如果是在我眼前的话，还是没法不管。这么做能让我感到心安。那不就得了？顺从你自己的内心去行动就好。
人们通常将这称之为逍遥。终有一日，你会因此受到上天眷顾，站在世界巅峰。你是在安慰我吗？应该不会想说，那个少年就是你自己吧？谁知道呢？小玲子，蓝清雅、君万劫之流，就算我把他们全杀了，挑衅我的人也不会变少。这是大争之势，天骄并起，诸王称霸，谁又会因你杀几个人而怕你、服你？我留他们一命，不是因为我善良仁慈，而是因为这样做我很爽，非常爽。我名逍遥，若是什么小事都要考虑别人的想法，那还算什么逍遥啊？哇，神子也太帅了吧！我明白了，一切顺从您的心意。君逍遥，御三家，荒天仙域最具名望的3大荒古世家。君家坐拥10大序列，代代人才辈出。姜家拥有先天道胎、元灵道体以及无数顶级天才。叶家剑魔转世叶孤尘，同辈无人能出其右。想撺掇我与君家争锋，当我傻吗？况且我被称为小圣人，和品行又没什么关系。君逍遥能避则避吧，他不是我此行的目标。元天至尊的隐秘以及那样东西，只要能得到，我就能站在年轻一代的巅峰。届时何须在意什么御三家？元天至尊秘藏似乎有点不太对劲呢。这黑气感觉有些类似异域的黑暗物质。有些许类似，但还远远无法同真正的黑暗物质相比。你们君家若是怕了，大可以当缩头乌龟。怎么，你这青皮泥鳅，想步那头黑皮泥的后尘吗？啊？你说什么？行了，现在不是2位争论的时候。如今的问题是，这次历练是否还要继续下去？来者何人？亮出总令。在下韩爵，是一介散修，炼气境9层，想要拜入玉清宗，不知可有门路？森林根。点击契约，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 10点更新1集。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错！抢先进入秘藏！啊！什么情况？是姜家的灵州！这样下去会被他们抢先的。这些可恶的大家族！看法宝！好，就这样把他们打下来。哟，这不是小姨吗？你是逍遥？需要帮忙吗？小玲子，开路。是。
哦，不愧是玲珑，优雅。第10序列，军杖剑；第7序列，军血皇；第5序列，军万劫。10岁宴上出席的这3位序列，竟然都跟随在他身后。看来我这外甥大势出城了。不好，是鬼面人熊！这东西皮糙肉厚，相当于一个神桥境大后期的修士，而且这家伙看上去有点不对劲，像是陷入了狂暴状态。神桥境大后期，有点意思。哟，小林子，需要帮忙吗？我随时可以来救你哦。承蒙神子好意。一击就打倒了鬼面人熊。那姑娘是谁？好像只是君家神子的侍女。仅仅一个侍女就……这就是御三家之首的实力吗？姬家小圣人也不可小觑啊！据说他右手融入了一截圣人王的手骨，我看隐隐有无敌之词。等等，你们看那边，那人是谁？你们认识吗？不认识，怕是散修中的黑马。此次元天至尊秘藏开启，真不知道里面的宝物最终会花落谁家。哟，有熟人来了呀！神子也有熟人来过这边。也，我和那边那个黄衣小子有些过节。那小子叫姬玄，因为融合了一截圣人王的手骨，所以被人叫做小圣人。我曾与他交过手，这小子当时仗着修为境界比我高，胜了我一招半式。此后到处宣扬自己胜了君家序列。最可惜的是，这小子还总一副惺惺作态的自谦模样，着实叫人恶心。那么，等进入至尊秘藏，族修能找回自己的场子吧？当然。群逍遥，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我们到了，元天至尊秘藏，应当就在下方的裂缝中。这黑色的浊雾让我很不舒服啊！秘藏应该是发生了某种异变，浊雾正在压制我们的内息，注意运功抵抗。有吗？我没什么感觉啊。荒古圣体至刚至阳，邪祟不侵，你对这种污浊之气的抵抗力自是强于我们。是这样吗？都小心点，有大家伙过来了。是归一境的太古遗种恶魔猿！快，保护大小姐！神桥大成，灵肉相合，圆融归一。遇上这归一境的太古遗种，你们君家的神子，怕是要有麻烦了。哼，那可不见得。阁下最好不要小看我君家子弟。神子，这畜生好像是想阻止我们靠近秘藏。那就让他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解决了吗？没有，族兄族姐，你们退后。结束了。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结束了。天哪！归一境的狂暴恶魔猿，说杀就杀了，这便是黄州君家的神子君逍遥。你就是君逍遥？龙族？喂，
这个大家伙是你打倒的吗？你是何人？祖龙朝苍龙祖，龙弼石。你这名字有点耳熟啊。怎么，阿碧，看上这小子了？呵呵，能战胜归一境的狂暴化太古遗种，确实不错。人族的年轻人，你实力很强，有资格追随本尊。蠢猫，人族有什么资格当追随者？他们只配成为血食。你们太古兽族都是这种蠢货吗？确实，大部分都是蠢货，和你们人族一样。竟敢说本尊是蠢货，找死！什么？少吉，你行不行啊？那小子甚至没有用手哎！闭嘴，你这蠢猫！逍遥，不要胡来！九头狮子乃九灵元圣之后，吞天雀一族则喜食人族血肉，不论哪个都是横扫八方的太古种族。你单独对上他们，太危险了。小姨，你太紧张了，两头畜生，焉可翻天？人族，你太狂妄了！再吃我一招！人呢？好臭啊！你到底吃过多少人？喂，大狮子，我看你的实力比那只烧鸡强点，你有资格当本神子的坐骑，乖乖趴下，我放你一马。我害怕了，堂堂九灵元圣之后，居然在害怕一个人族小子。你和那只烧鸡不同，虽然长得威武，身上却感觉不到血煞之气。你不是那种靠吃人来增进修为的类型，所以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成为本神子的坐骑，为我效忠。真是耻辱！这就是正宗的狮子吼吧，好猛！简直疯了！这根本就不是神桥境该有的战斗。要战便战，九头狮子绝不为奴。果然很猛！快来！你踩他雷点上了。九头狮子一族祖上曾被大地度化，成为大地坐骑，所以他们将坐骑二字当作刻在血脉上的耻辱。东极清华大帝座下，上通三圣，下彻九泉，虽为妖身，却重情义，就是这样才值得欣赏。不行，不能分心。调动真格了，正合我意。兵伐诀。我再问你一遍，可愿当我的坐骑？滚！滚饭吗？五菜一汤，顿顿有肉。哎呀，早说嘛，哥，怎么这么晚才来接人家？这就算是解决了。喵！哈哈，原来你是这种性格啊！我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哼哼哼哼，接下来你也要和我打一架？啊？是啊，我为什么要和你打呀？不为龙昊天报仇？龙昊天呢？看头发颜色也知道，我和他不是一脉。况且是他自己脑子有病，跑到别人家去挑衅的吧？他倒是有个和你一样声名远扬的妖孽大哥。你想打架呢，就找他去。
我只是个路过的龙女罢了。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那你跳到我面前来，到底想做什么？只是听说君家出了个妖孽，想看看长什么样子，仅此而已。就凭祖龙朝和君家的过节，我很难相信你说的话。祖龙朝和君家结仇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出生呢，结果君家神子也没什么两样。哎，我这就滚，打扰了。站住！我可没说放你离开，把刚才的话说清楚。好吓人呢！我说的不够清楚吗？君家神子，你和他们，和那些追着宝藏的气息，像猎狗一样聚集在这里互相厮杀的蠢货们，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所以我挺失望的。不行吗？你是在挑衅我吗？实话实说而已。看样子让你很不舒服，要杀了我吗？真是的。在你们眼里，我是那种见人就杀的疯子吗？开启了，至尊秘藏的入口，终于开启了。哼，似乎不是继续争执的时候了呢。系统没有反应，看来要进入秘藏深处才能签到。公子，该出发了。族兄族姐，玲珑，我们出发。是。秘藏异变，江家普通弟子在外待命。是。元天至尊秘藏，元天至尊秘藏，是我先来的！至尊秘藏，当我真死！秘藏是我的。真拼命啊，何必呢？伸手帮他们一把好了。啊！什么情况？今日客满，诸君请回。疯女人把入口堵住了，该死的，快挖！哦，你们祖龙朝何时出了这么个有趣的小丫头？哼！虽然我们已经警告过这些后生，但这些被欲望冲昏头的小鬼，根本不知道我们的警告意味着什么。秘藏内部长这样啊！这里的浊雾更浓了，呼吸好难受。你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在做什么？什么情况？这些人都疯了吗？白痴！这帮家伙袭击入体，已经精神错乱了。办法，只能杀了他们。受不了，本事不够还敢闯进来，这帮人以为是来春游的吗？是君逍遥，小心点，别招惹他，不然会被杀的。君家神子，你和他们本质没有区别。原来如此，是这个意思。只要我稍微表现出点攻击性，在这些人看来，我就是个见人就杀的疯子，就和他们一样。那么，滚开！当坏人的感觉果然很爽。哇，秘藏内就有这么大的地宫，看来这里已经发生过一场厮杀了。有2处强大的气息分别去往了2个方向，应该是萧晨和那个小圣人姬玄。仗剑族兄，你不是要找那个小圣人找回场子吗？他往那边去了。公子，我去就回。血皇族姐，仗剑族兄冲动易怒，单独对上姬玄恐怕又要吃亏，麻烦你暗中跟在他身后，遇事不要硬扛，直接给我传音。明白。万劫族兄，我也有事要拜托你。公子何必客套？
我已是你的奴隶，还是直接吩咐吧。你和玲珑一起去那边追个人，玲珑认识那臭小子。啊，该不会是……就是那个臭小子，毕竟得给你的好姐妹整点礼物回去。得嘞，那便出发吧。怎么唐突就只剩我俩了？虽说是侄子，但我和他基本没什么交流啊。这个年龄的男孩子，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是什么来着？话说这一路上，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孩子呀。小姨，我们就在这地宫里随便走走，看看能碰上什么机缘吧。好。来者何人？亮出总令。在下韩厥，是一介散修，炼气境9层，想要拜入玉清宗，不知可有门路？三灵根。点击契约，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发达了！哦，这就是传说中的至尊祖龙骨，我萧晨要发达了！真受不了，怎么会对着别人家老祖宗的骨头兴奋成这样？难不成是个变态？谁？我此行的任务是把几位老祖的遗骨请回家，无论阁下有何图谋，还请离开，动起手来对大家都没好处。见鬼！祖龙朝的人怎么来得这么快？姑娘未免太过霸道，是完全不将萧母放在眼里吗？霸道？我已经够客气了吧？怎么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了？算了，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既然都不肯退步，那就老规矩，动手了。杀气！哎呀，好吓人呢！反应好快，世家子弟和魔狼道那帮野鸡果然有很大差别。这小妮子的修为在你之上，速战速决，一击必胜。如果引来其他人就麻烦了。是，这感觉是……果然，是我苍龙族的青天化龙诀。你是在哪儿学的这门功法？该死！先不说君逍遥，我竟然连个女人都没办法拿下。明月，你怎么来了？那个，我听说元天至尊秘藏开启，所以来凑个热闹。没想到你也在这里。神桥境后期，不，压制了修为，归一境。喂，你离开吧，这里的东西不是你能够染指的。意思是，我家老祖的遗骨我不能染指，得留给你们糟蹋。好大的脸呢！他说的好有道理，我竟无言以对，好像是有点不要脸。圆月，不要听他胡言。这龙骨既然在元天至尊的秘藏中，就是元天至尊的东西。秘藏寻宝，有能者得之，关他祖龙朝何事？也没错，秘境夺宝，大家都是这么做的。祖龙朝的，这4具远古龙骨我可以不要，但至尊龙骨事关我日后的修行，我必须争取。明月，你不必出手，男子汉大丈夫就该靠自己的力量来争取机缘。萧晨，废话挺多，你最好靠的是自己的力量。你突然出手，不讲武德！笑话，算盘珠子都崩到我家祖宗骨头上了，还指望我跟你讲武德？萧晨，住手！链接，用走格神石的白纱覆面，想必是不想被人察觉身份吧？你是谁，我并不感兴趣，但你若要趟这浑水，
便是我的敌人。闭嘴！你当自己是什么东西，敢这样和明月说话？哼，这就是你的武德？云月，别被他的花言巧语迷惑。未经夺宝，能者居之，自古以来便是如此，这是仙域的法则。你以为谁才是青天化龙诀的正统传人？又是这种眼神。来者何人？亮出宗令。在下韩爵，是一介散修，炼气境9层，想要拜入玉清宗，不知可有门路？三灵根。点击气运，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 10点更新1集。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不准小看我！竟然已经掌握了龙化。你说谁是正统传人呢？萧晨，不要动怒。如果在这里与他斗个两败俱伤，该如何应对这秘藏中的其他夺宝人？我有一件法宝，可以短时间内捆住他。你趁机带着龙骨离开。这是什么法宝？在被捆住的瞬间，就无法调用灵气了。萧晨，趁现在。好。明月，若是放他离开祖龙朝，必会对我追杀到底，后患无穷。这也是仙域的法则。萧晨，你不该如此。明月，我这也是无奈之举，希望你能理解。若是在正常战斗中拼杀，谁都不会有怨言，但他居然对被法宝所困之人下手，他怎会有如此狠辣阴厉的一面？松动了，法宝的主人正在动摇。什么怪物？心脏被刺穿了还能活蹦乱跳？没办法了，只能把你的头砍下来了。我说你，对，就是你，苍龙族的，明明天赋不错，却天天搁这摸鱼。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些什么？是上次族内大比输给我的那小子。你修行倒是挺努力，不还是打不过我？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讨人厌？你想打架吗？我跟你讲，你总有一天要栽在这张嘴上。所以说你打不过我呀？真不明白，你为啥天天都不要命的找人打架？嘿，为什么？当然是为了站在这个时代的巅峰，成为大帝。除此之外，还需要别的理由吗？连我都打不过的小鬼，也在做着成为大帝的美梦。千百年来，9天仙域到底有多少人为了这个目标，毫无意义的挥舞刀剑，夺取他人性命？我对这种事情没什么兴趣。啊？那你为啥要修行？哼哼，当然是为了环游世界。你知道9天实地有多大吗？水晶沙漠、雷霆之海、五彩神山，哈，各种各样的地方，我都想去看看。没有修为傍身的话，不就去不了了吗？唉，既然有目标，干嘛还要懈怠修行？要是哪天遇上要你命的家伙，看你怎么办？那就是命数到了，认命呗。不过，在死前，我定会狠狠咬掉那家伙一口血肉。你这龙崽子！认命吧，臭小子！你只是一条匍匐在地上的长虫，无论偷学多少祖龙朝的功法，都不可能化作真龙。闭嘴！又傻了吧唧的冲过来了呀！过来啊！那就和我一起走吧！不好，还有自爆龙源！萧晨，快回来！
真可惜，马上就要分出胜负了，为何要在这时候出手？我看不惯，你尽可向神子汇报。啊，我是什么画本里专门找主角打小报告的恶毒女配吗？君家子弟，何必呢？就算自报龙源，有那位大小姐护着，你也未必能伤得了那臭小子。但至少能毁掉这些龙骨。你们是君家子弟，黄州君家，君万劫。第五序列君万劫。君万劫，正是。君家也对我家老祖宗的骨头感兴趣。我们是来找对面那个臭小子的。君家找萧晨，到底什么情况？这些龙骨中蕴含我苍龙一脉的先天道法，更是拥有祖龙血脉，哪怕是君家神子来了也舍不得放手。你俩搁这装什么不在乎呢？谁告诉你不在乎？至尊龙骨乃不可多得的至宝，我当然心动。但我君家向来堂堂正正，不屑趁人之危。龙骨你自行拿走便是。我君家迟早杀上祖龙朝，与尔等一决高下。届时你祖龙朝的一切，都是我君家的。何必在这种地方用些下作手段，针对你个小姑娘，简直丢人现眼。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确实，这才是你们君家的做派。罢了，这些龙骨你们拿去吧，反正现在的我已经带不走了。就是能不能帮我个忙，给那臭小子脸上狠狠来一巴掌？可以，成交。我被打倒了，一巴掌就不是君逍遥，只是区区君万劫。萧晨，君家子弟，你们想做什么？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您不知道啊？那小子之前想吃朱雀古国的绝户，公主拜月儿恰巧是我朋友，公子便出手帮了朱雀古国。谁知这小子居然污蔑公子与月儿通奸，气得公子揍了他一顿。啊！竟造这种谣，简直是个败类！啊，不是，这和我听到的版本不一样啊！简直荒唐，分明就是那拜月儿负心弃义。你们君家横插一脚夺我龙气，叫我颜面扫地不提，现在还想针对我，就凭你来试试！好啊，我试试。萧晨被怒气冲昏头脑，无法应付君家序列这种高手。如果不帮他，他可能会死在这里。管不了那么多了，去！盘武神朝的混元散手，哼，有趣！趁现在，赶紧带萧晨离开。不行，都说了，我们是来找你背上这小子的。小逍遥老师课堂开课了，各位同学请坐好。今天的课题对各位在座的女修至关重要。同学们，你们可知这世上有种专门针对女修的疾病？当然了，有部分倒霉男修也会患病。什么病啊？那正是恋爱脑。不论你修为多么高深，身份多么高贵，一旦长出恋爱脑，你的人生就彻底完蛋了。有这么恐怖吗？当然恐怖。如果得了恋爱脑，你的世界就只剩下一个，甭管他有多糟糕，你总能为他开脱，再把你自己的资源全送给他。你以为对他好，他就会同样对你好，殊不知你只是他跳往更高处的跳板。没错，这正是仙域最恐怖的绝症。老师，既然恋爱脑这么恐怖，那有没有治疗的办法呢？真捧场啊！傻孩子，都说是绝症，怎么可能治疗呢？记住，
如果遇到恋爱脑，没惹到你就躲远点，尊重并祝福他们锁死；如果惹到了你们，就揍一顿，下手可以狠点，出了事儿算我的。有点奇怪啊，没有选择躲开，而是硬吃了我这掌，而且在被攻击的瞬间，把萧晨甩到了安全的地方。为了保护他，不惜自己挨打。不确定，再试试。居然连虚招实招都没看出来，关心则乱。居然真有人能看上那小子，你眼睛没问题吧？你说谁？云月，闪开！去死！哦，这个我可扛不住。不过，什么？你是真喜欢玩偷袭呀？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你是真喜欢玩偷袭呀？萧晨，刚才看你使用浑元散手，想必是盘武神朝的贵女，难怪那小子会赶着巴结你。入口，休要继续侮辱萧晨，他对我好，绝非因为我的身份，不要用你肮脏的想法来玷污我们的情谊。嗯，不是，这世上竟真的有恋爱脑！呼呼呼，老师，我还能骗你个小姑娘？你说萧晨对你好不是因为你的身份，那你可知他得罪的是谁？萧晨的仇敌，无非是你口中的那位君家公子。没错，你可知我家公子乃是君家神子君逍遥？嘿嘿嘿。什么？就凭他小小青龙古国皇子的身份，哪怕穷极一生，也无法触摸逍遥公子的背影。盘武神朝，不朽王朝，多好的跳板！不是。啊，虽然被拜玉儿那女人甩了，却遇上了更好的，赚大了。我猜他是这样想的：如果你无法帮他对付公子，甚至都没办法和他在一起，他会不会也骂你是个劈腿的女人，然后到处编排你呢？闭嘴！老祖，求你出手，灭杀这些君家的狗杂种！那些世家长老正通过观天镜注视着这里。唉，若非你过于偏执，执意袭杀祖龙朝龙，我本是可以带你们离开的。什么？这家伙看着就烦，我能杀了他吗？住手！你不能杀他！说话注意点，小姑娘。公子或有慈悲心，我君万劫却不是怜香惜玉之人。盘武神朝，确定要与君家为敌吗？御三家之首，众星捧月的神子，就算是父亲，恐怕也不敢与之为敌。我该怎么办？说来，公子的荒古圣体，若想觉醒第二异象，似乎需要去盘武陵走一走。哦，哎呦，万劫公子，不要动怒嘛，这只是公子的私人恩怨，本质和盘武神朝没什么关系。啊，我没生气啊。但是吧，萧晨我们非杀不可，毕竟他惹到了不该惹的人。你真的要保护他吗？你们到底要怎样才肯放过萧晨？那就要看盘武神朝的贵女是否愿意为他屈尊降贵了。月，
你快逃，不要听他们！聒噪！这样下去，我们俩都走不了。直说吧，你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哎呀呀，两位情比金坚，真是太感人了。万劫公子，请帮忙拿下这个。流影珠。放心，我们并不想从您手中得到什么，只需要您配合一下就好。等等，你在做什么？快住手！不要再打了！我以前应该没得罪过他吧？还是他们年轻人玩的花呀，干得漂亮！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这是哪儿？我记得我被那个叫君万劫的。萧晨，你终于醒了。明月，原来如此，是你将我带出来的呀。且不说君逍遥，就连君万劫也能碾压我。倘若没对祖龙朝的人出手，而是直接带走龙骨，现在后悔也没用。对了，明月，那些君家子弟没为难你吧？大小姐，你也不想这段令人绝望的影像在盘武神朝菜市口循环播放吧？你这魔鬼！那倒没有，我亮出了盘武神朝长公主的身份，他们因此忌惮，才放过了我们。哦，那就好。萧晨，今后我便不能留在你身边了。你的护道人要来了吗？已经来了，否则我们现在就不是在这里，而是在祖龙朝长老手中。再过不久，盘武神朝就会昭告天下，为长公主挑选驸马。别担心，我会前去打败所有对手，堂堂正正的迎娶你。我们约好了的。我说，堂堂君家神子，进入秘藏之后就一直在摸鱼捡破烂，这合理吗？大局你不懂，这就是钱啊！傻子才会嫌钱多。水司怎么是这德行？我的午餐一汤顿顿有肉，保不保真呢？孩子嘛，总是喜欢收集这些东西的。姐姐，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吧？这已经是你给我编的第7个发型了。公子，哦，你们回来了。哟呼，带了讨人厌的家伙回来呢。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把这个倒霉家伙带回来？4具至尊龙骨，1具至尊祖龙骨，确实是了不得的宝物。这机缘，萧晨不会真是什么退婚刘男主吧？他那德行也比不上人萧火火呀。没人品却有机缘，就是祸害。我这也算是为民除害。阿碧，你咋了？公子，我知道公子不喜欢他，但我不太想把他扔在那里等死。若公子要责罚，君万劫悉听尊便。有情况。哎呦，万劫族兄，这姑娘该不会长得像你妹妹吧？怎么回事？我突然觉得她好恶心，好想揍她一顿。哎，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我本就欠祖龙朝一份恩义。话说回来，这金线又是何物？好像是能暂时封闭修为的法宝，萧晨就是利用这个法宝偷袭了他。哦，好东西啊，现在是我的了。仔细一看，这小鬼心脏都碎了，还能活这么久，龙族的体魄有够夸张的。好在龙之心，我这里恰巧保留了1颗。这颗心脏是哪位少女？这是哪里？到处都黑漆漆的。前面有光。哇，
海，铃声。原来如此，我已经死了呀，而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黄泉路。啊，死了就没办法了，投胎去吧。话说这附近的景色真不错呀，要是有刘影石在就好了。唉，我瞎想什么呢？不过，要是能见识见识地狱的风景再去投胎，倒也不坏。希望喝完孟婆汤以后不会变成傻子。啊！不是，怎么投个胎还要挨打呢？谁允许你上这座桥了？你还不配！你个熊孩子，想不到吧？龙昊天，怎么是你这倒霉孩子？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龙昊天，怎么是你这倒霉孩子？等等，遇到你的话，就说明我果然死透了。你这个倒霉孩子干嘛呢？哎呀！我还想问你呢，到现在还没看出我俩的区别吗？发现什么？站住！你回来！回来！阿碧，你终于醒了。长老，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此次我苍龙族欠你们君家一份恩义，他日必定如数奉还。哼，谁稀罕你们这群泥鳅的恩义？你说什么？无论如何，欠了就是欠了。我苍龙族没有恩将仇报之徒。是君家人救了我。哎，是他们。多谢。救你的人不是我，我只是奉命将你送出来而已。还有，虽然替换了心脏，但你已经很难像从前那样修行了。毕竟，那不是你自己的心脏。也就是说，于家族而言，我已经等同于废人了吧？别忘了你想做的事。这样也好，对我来说，或许这就是最好的结局。找到了，就是此处。元天至尊力与这法阵产生了共鸣。姬玄那小子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元天至尊实力强绝，据说曾大闹祖龙朝，手撕万皇灵山至尊，几乎无人敢招惹，但最后却黯然陨落，退出了历史舞台。传闻在他陨落前夕曾去过一趟异域，带回了某件稀世之物。若是能够得到那件宝物，则能塑造出一位无敌的年轻至尊。而这古符，正是得到那件法宝的信物。话说，这些立柱看上去好像能打开，就像立着的棺材一样。后面的朋友一路跟踪姬某来到此处，到现在还不打算现身。好小子，你是何时发现我的？原来是你。我本不想与君家起什么冲突，但你这跟在他人身后伺机杀人夺宝的行为，是否太过令人不齿？谁想夺你的宝？小爷我是来找你再打一场的，跟我就不用装正人君子了。在这里，你认真的吗？废话少说，看剑！这疯子！你是真的完全搞不清状况。至尊秘藏内部，尤其是这个秘境中，浊物的浓度早已远超外界。你至少需要分出3层功力才能抵御浊物的侵蚀，对吧？
而我拥有圣人王的手骨，能助我隔绝浊物侵蚀。在此地，你不可能是我的对手。我不想得罪君家，你走吧，我不杀你。谁会老老实实认输？你有些烦人了。哼，这种程度的招式，可没办法打赢我。你这蠢货！这人是谁？总感觉充满了不祥的气息。先下手为强。看不进去。这些怪物似乎不会主动攻击闯入者。加油啊，俊兄！你如果能活下来，我就答应和你再比一场。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这些家伙到底是什么东西？难道是感染异域之物后复活的魔尸？可行。武器，这些家伙何时拿到武器的？来不及防御。这股寒气是……张健，没事吧？血皇宗姐，你怎么来了？公子知道你莽撞易怒，特意叫我跟在你身后。我已经用御简传音通知了公子，他正往这边赶来。在那之前，我们可得想办法应付这些家伙。到了，就是这里。果然如血皇族姐所说，元天至尊令有反应。小姨，你手中可有此令？有的。那我们便加快速度。仗剑族兄和血皇族姐那边恐怕有危险。不是，那我呢？我没有那玩意儿啊！这里就是元天至尊秘藏深处。这是山南山北雪晴，千山万里明月。今有儿郎800，26载戍边，未遇外敌，客死他乡，无心悲之，验其尸骨于此，愿后人敬之。元天48年戍。这里是元天至尊为追随自己的将士埋骨的墓葬，也就是说，现在与仗剑族兄他们交手的是。到底还有多少？数量太夸张了吧！哼，这种级别的包围圈，别说是咱们这种神桥境、归境的小修士，就算是河道境的高手来了，恐怕也要折戟沉沙。不能用大挪衣符传送出去吗？大挪衣符在进入秘藏深处后就失效了。我们再撑一会儿，公子会来的。停手！族兄族姐，你们暂且退后。公子，三彩锁灵阵，隔绝气息的同时，还能恢复消耗的灵力。圣衣小姐，都过来，我来帮你们疗伤。那个圣衣小姐，神子他这是在作何？他在观察。观察？你们没看见入口处的石碑吗？那块石碑倒是看见了，不过为了追击玄那小子，没仔细看上面的内容。这些前辈都是元天至尊的袍泽，是为了抵御外敌而死的义士。逍遥在观察，他们的魂魄是否还被囚禁在身体上？糟透了，他们的魂魄
仍被浊物囚禁在腐朽的身体里，几百年来都未能得到安息。即便是现在，他们的魂魄仍在与邪气对抗，不愿主动伤人，否则仗剑族兄恐怕已经陨落在这些前辈剑下了。仗剑族兄，借剑一用。公子请。公子，别着急，好好看看，看看我们追随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公子的血在灼烧邪气。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荒古圣体，至刚至阳，万邪不侵。我来当你们的对手。焚烧，净化，照亮这地底世界。天哪，全都是100年前修士的神魂。慷慨一时，后人自当心怀敬重。这是元天至尊留给有缘人的传承。那签到成功，元天至尊很感谢你解放了他的袍泽，恭喜宿主获得5星奖励元皇道剑。元皇道剑，与君家陆仙剑诀并称的5大神诀之一，其本质是以剑为矛，以群星之力于虚空中锻造的秩序神炼，其印记烙于识海神功之中，这便是元天至尊留给后人的传承。喂，君家的，这是怎么回事啊？自打小鬼们进入秘藏深处，观天境就什么都看不到了。恐怕是那些异域浊物隔绝了观天境的观测。不太妙啊！此前我们并未探明内域，不知里面有什么危险。唉，这也是孩子们自己的造化，我们不能轻易插手。找到了，就是此处，元天至尊秘藏最大的机缘。之前好像有人大言不惭，说只要我能活下来，就再和我比一场。这次可别再逃了，姬玄。都说了，在秘藏内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何非要死缠烂打？姬兄不必担心，我稍微用了点手段。仗剑族兄现在已不再受异界浊物的侵蚀，不知姬兄可否兑现你的承诺，与我族兄再战一场？君逍遥，若我拒绝，你们这些君家序列便要合围我。姬兄说笑了，我知道你有一块引以为傲的圣人王手骨，但即便是圣人王，也只是圣人。既然你认识我，就该知道我有一块至尊骨。若我真的想对你出手，你能活着走到这里吗？冷静，在这里与君家起冲突对我毫无益处。哼，看来这一战我是非打不可了。既然如此，仗剑兄，请指教。早该如此，磨磨唧唧的像什么男人？停！到底是君家序列，好强的剑气，不能继续和他纠缠，一招定胜负。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是灭灭己，寂灭为乐，灭生拳，生灭轮转，三法归一，好一招灭生。来者何人？亮出总令。在下韩爵，是一介散修，炼气境9层，想要拜入玉清宗，不知可有门路？
三灵根。点击契印，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 10点更新1集。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生灭轮转，三法归一，好一招灭生。正是比武生死有命，破不了这招，我会被搅成碎片，以线破缘，来决个高下。还打吗？我又输了。公子，我……祖兄，此事之后再议。姬雄，可否问一句，你身后那座塔里有什么？上面的锁链从刚才起一直在崩断，是不是不太妙啊？崩断？那可是至尊为自己设下的81道枷锁，就凭神桥境级别的冲击，怎么可能破坏至尊的枷锁？这又是什么？我也是有够蠢的，什么至尊秘藏，分明就是元天至尊的陵墓。所有人退后！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大的要来了。那人是元天至尊。杀气，这压迫感可不是开玩笑的，像是被什么实质性的巨物压着一样。都是至尊，等级怎么会差这么多？果然宁曲泥鳅都是废物。人家只是准至尊啦。他是冲着我来的。那枚古符，元天至尊，是因为我身上的古符才破解而出的。不好，这样下去会死。君逍遥，为什么要救我？小的时候，我很喜欢吃蛋糕，但我买不起昂贵的蛋糕，于是我想办法赚钱，努力了大半年，终于得到了心心念念的蛋糕。好味！那味道，别提有多甜了。可当我什么都不用做，每天也能吃上蛋糕时，原本甜蜜的蛋糕就腻得让人想吐。修炼亦是如此。公子，这是至尊级的战斗，凭我们根本没法帮上忙，别过去添乱。逍遥，修炼比喝水还简单，并不是我的自傲，仿佛是为了弥补前世的凄凉，老天爷特意给我加持了许多外挂。而外挂是毁掉一个游戏最快的方式。拳头的力道不对，没有任何法力渗透，他的实力应该不足巅峰期的1成，也就是说，他仅靠腐朽的肉身就能压制我，这就是真正的无上至尊。既然如此，我也只靠肉身之力应战，我可以不用修炼，就能轻松锤爆所有同龄者。当然，长辈也能轻松锤爆。然而度过了最初的兴奋期后，剩下的只有无聊。更何况，今生这些外挂，根本就是对前世努力生活的自己的一种嘲讽。来者何人？亮出总令。在下韩爵，是一介散修，炼气境9层，想要拜入玉清宗，不知可有门路？三灵根。点击契印，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 10点更新1集。开局签到荒古圣体，
每周6更新1集。否定我的一切造就的这种心声，真让人作呕。我一度厌恶这并不属于自己的外挂系统，并打算摆烂度日。反正只是被施舍的无足轻重的人生，当个纨绔子弟纵情享乐，不也挺好？直到我发现，这个世界的人全是疯子，强大的人可以肆意凌虐弱小的人，然后被更强大的人随意凌虐。这个世界没有因果，强者做任何事都无需付出代价，只要足够强大，杀人放火也能成为美谈，就像一群披着人皮的野兽。啊，是这样啊！老天爷给我这些外挂，不是为了让我被野兽同化，是要我构建新的秩序，重塑正确的文明。我要把这个世界变成我理想中的样子，要让每个小孩都能吃上蛋糕。我擅自将这当作自己的使命，并开始为之努力。简而言之，就是找到了活下去的目标。无论是入口处的碑文，那漫天英灵的星魂，还是那锁住自己的81道锁链，他是君逍遥重生以来遇到的第一个认为值得尊敬的人。他是个英雄，英雄不该落得这样的结局，我必须解放他。不好，君逍遥，他好像被什么执念怔住，已经完全看不到周围的人了。必须给英雄一个体面的结局。疯了，感觉五脏六腑都要震碎了。万劫，这只是至尊随随便便的一击。这幽冥灵花虽是不可多得的宝物，却也不至于为它拼个你死我活。诸位，不如我们平分吧。说得轻巧，这花只开了2朵，这么多人怎么分？话说，你们有没有感觉到，地面好像在震动？发生什么了？大奴一服，出去，快传送出去！灵堂要塌了！别乱动！不行，这么下去，别说什么秘宝，所有人都会被埋在这里。罢了，也许我既是后人，注定要给别人当垫脚石。那是轮回道金。轮回道金乃仙界之基，蕴含生灭轮回之力，是龙珠帝王的翅膀。戚家这少年想做什么？即便借助了轮回道金的力量，也根本挡不住至尊级的怪物。你，君逍遥，清醒点，回头看看你的族人。这里只有你能和元天至尊抗衡，你若继续执迷，所有人都会死。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这里只有你能和元天至尊抗衡，你若继续执迷，所有人都会死。我搞错了一件事，这
这不是正大光明的比武，和我战斗的也不是真正的元天至尊，那只是一件被意欲妄念驱使的空壳。该死的，那个龙族小鬼比我带刀有他好看的。得了吧，人家把山都给劈了，你受得住他的剑？不试试怎么知道？话说，入口是不是在这儿？终于逃出来了。不是，怎么了？怎么都出来了？塌了！元天至尊秘藏塌了！什么秘藏塌了？里面发生了什么？快去问问！等等，后退！等等，君家的，那不是你家神子吗？江家和姬家的后人在下边。话说，君家娃娃对抗的是魔化的元天至尊，不好，至尊哪是这些神桥境的娃娃能对抗的？快出手！怎么回事？琴音从天上来的，是逍遥小子的护道人。那位大人在警告我们不要出手。什么意思？你们君家要任由一个娃娃去对抗魔化至尊？既然是那位大人的意思，我们就不要插手了，就相信逍遥吧。好小子，这招是圣体意象，万圣朝拜。后生，你是何人？晚辈，黄州君家，君逍遥。君逍遥，你很像我的一位故人，他在异域黑暗源头，孤身一人，独断万古。你身上有我的传承，也就是说，你解放了我的兄弟。拿着，这是你应得的机缘。这盒子里只有一半，剩下的在下界。哦，那枚玉符是本尊与道侣的信物，你若有心，就帮我照顾一下他的家族。终于结束了，我也该……你是来接我的吗？前辈，一路走好。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喂，你们看见了吗？那日君家神子一剑封杀至尊魔师，好不威风！可不是嘛！要我说啊，现在啊就是君家神子的时代。听说他把9头狮子收去当宠物养了，不知道他还缺不缺宠物？我觉得我可以的。就你那怂样，人家能看上你吗？君逍遥，到处都在君逍遥，我定要让君家这群杂碎付出代价。这人干嘛？鬼知道。老祖，失了龙骨，我们该怎么办？君家确实不太好惹，继续与君家纠缠，怕是会生出心魔。老祖，我必须想办法变强，如此方能成为盘武神朝的驸马，迎娶明月。只有背靠盘武神朝，
我们才有翻身的机会，否则此生注定被人踩在脚下。办法倒是有，只不过……老祖请讲，只要有一丝希望，小子都不会放弃。你可知本尊这青天化龙诀从何而来？请老祖明言。这门功法乃是本尊意外进入一处古巢秘境所得。那古巢之内很可能封印着一位祖龙朝的古代怪胎。祖龙朝，古代怪胎。你以为谁才是青天化龙诀的正统传人？莫非是苍龙一脉的？正是，那家伙身上恐怕流淌着苍龙一族的至尊之血。有了至尊之血，你的青天化龙诀自然能够大成。当然，你要当心，若是惊醒了那位古代怪胎，恐怕整个仙域都会为之震动。我什么都没能做到，此次恰巧与逍遥同行，看似皆大欢喜。可若我独自一人，且不说元天至尊、姬家小圣人、祖龙朝龙女，甚至是九头狮子，我能战胜他们吗？不必介怀，那是货真价实的至尊，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君家小子那妖孽一样能力敌至尊的。即便是我出手，恐怕也无法全身而退，不要因此生了心魔。长老。对了，君家小子和洛离的亲事，恐怕还要你上点心去撮合。你也看到了，那小子是个绝无仅有的天才，与他交好，于我江家而言，百利而无一害。怎么说呢？不要，我讨厌那家伙，而且那家伙明显也不喜欢我，让我俩互相恶心，真的能拉近两家的关系吗？反目成仇的可能性比较大哦。我尽力撮合吧。这不是姬小璇吗？你的手怎么了？青衣小姐，您怎么……哦，断了。圣人王的手骨竟然是谁做的？只是强行承受了至尊的一击罢了。哦，发生了什么？仔细与我说说。原来如此，君逍遥竟能以神桥境的修为战胜至尊强者。他的光芒实在太过耀眼，着实叫人自惭形秽。我明白了，有机会的话，我也去拜会一下这位君家神子好了，毕竟他救了你嘛。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自我在这个世界重生以来，运气一直很好，所以这次定然也能开出极品宝物。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开箱时刻。天哪！第10序列军杖剑，第5序列军万劫，第7序列军血皇，竟然有3位序列同时出现在演武场，发生了什么？不止，看到那个金发小姑娘了吗？那是君玲珑，她可是神子身边的红人，听说她的修为也到了神桥境。该不会要发动序列争夺战了吧？嘿嘿，这下有的看了。啊，应该不会吧？毕竟是我叫他们来的。你是神子，公子。哟，大家都来得挺早啊。不知公子召唤我等有何要事？是什么任务吗？不好的预感。别紧张，是好事。啊，都拿着。这是远古龙骨。公子，
竟然把如此珍贵的宝物送给我们。哎，感想之后再说。一人1具龙骨，你们炼化需要多长时间？少则3月，多则数年。1年，我给你们1年的时间去炼化龙骨，突破至归一境，然后回到这里。届时，接不住我一拳的人可就要挨揍喽。感觉他很期待呀。赶紧回去修炼。公子，你开箱是不是开出了什么好东西？哦，小林子何出此言？要不是开出了更好的东西，你舍得把这些龙骨拿出来送人？呼呼，果然还是玲珑小友懂我呀。那是，俺寻思您打小就抠门啊。我开出来的这宝贝暂时保密，到时候你们自然就能知道是什么了。哦，对了，小林子，问你个事儿，君家仓库里有仙元吗？仙元，此乃仙家之物，十分罕见。据我所知，即便是君家，也没有多少库存。也就是说，是有的，对吧？看来马上就要没了。来人！长老，何事吩咐？本座连月掐算，已然窥探到未来的一角，速将此预言告知所有龙族。双龙出世，祖龙当兴，好大的口气！谁人不知，这祖龙朝不久前才在元天至尊秘藏折损了一位龙女。殿下，您的修为已经突破到归一境了。刚踏入前期罢了，多亏逍遥公子赐我的龙气，以木生火，进阶方得如此神速。你来此处找我，可有要事？回殿下，前线来报，青龙古国已经正式向白虎古国与玄武古国宣战了。不对劲，四象古国已经维持了几百年的平衡，没道理这么轻易就被打破。难不成背后有其他推手？来者何人？亮出总令。在下韩爵，是一介散修，炼气境9层，想要拜入玉清宗，不知可有门路？三灵根。点击气运，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 10点更新1集。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殿下料事如神，青龙古国的军队中确有许多不知来路的神秘高手。父王仍在闭关，此时不宜有大动作。但唇亡齿寒，青龙古国一旦吃下其他2国，朱雀古国必将遭受灭顶之灾，绝不能在此优柔寡断。传我口谕，召几位将军入宫，必须与白虎、玄武2国联横，共同对抗青龙古国。是。试试吧。烦呢，又要闭关。要是出关的时候能吃到香菇拆骨汤、干煸芹菜牛肉丝、水煮酸菜鱼、五香卤肉排骨、酸辣鸭血、泡椒墨鱼仔、香辣蟹、蚕丝兔、甜皮鸭、尖椒肥肠、麻辣鸡就好了。什么骨？什么牛？我尽力。此刻即是战场。首先处理骨头，剁成小块，肉不能剔干净。蔬菜处理起来简单，乱切就行。鱼比较麻烦，要去掉所有刺。这鱼怎么还会吐墨汁？火是最关键的，需要一直操控。鸡兔同笼，一并处理。为什么会有人吃大肠这种东西？好，一切都很完美。
不愧是我。接下来只需要……帮帮我，玲珑 A 梦！青龙古国发疯了，到处发动战争。知道了。来了。嘿嘿，好久不见呐，两位好友。他身后那些黑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就是因为他们，害得我军折损了不少高阶修士。两位老友，何必负隅顽抗呢？老青龙，你到底想做什么？哎呀，我也只是为公子办事而已。公子？没错，公子吩咐，只要诸位愿意举国臣服，并交出你们手中的罗盘碎片，便可饶你们一条生路。你这家伙，住嘴！朱雀之子生于烈火，死于飞焰，我绝不做尔等阿萨走狗的奴仆。切！是将军。如何，老兄弟们，你们也要和他一样死于飞焰？青龙古国简直欺人太甚！殿下，您的手……冷静，在这里发火也无济于事。当务之急是搞清楚，到底是谁在背后扶持青龙古国。这点小伤不必处理，待会儿就……来者何人？亮出总令。在下韩厥，是一介散修，炼气境9层，想要拜入玉清宗，不知可有门路？三灵根。点击契约，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 10点更新1集。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玲珑，你怎么在这里？你在惊讶什么？不是你叫我来的吗？太好了！话说，只有你来了吗？我确实是想过自己单独过来，不过，这位公子是君家第10序列，仗剑公子。姑且也算是逍遥公子的追随者。姑且。君家序列，如此说来，逍遥公子愿意对我国伸出援手？公子正在闭关，尚且不知此事。但你朱雀古国既然已经归附公子了，岂有叫人欺负的道理？先说说现在是什么情况吧。公子，您要的东西已经拿到了。很好，国主，你没让本侯爷失望。接下来就只剩朱雀古国那块了。公子，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说。朱雀古国恐怕没有白虎以及玄武2个国家那么好对付。朱雀古国有高人列阵？非也，只是那朱雀古国的皇女似乎与君家神子有些许联系。君家神子，就是前些日子在元天至尊秘藏大放异彩的君逍遥？正是此人。御三家之首君家的神子，能看上小小朱雀古国的皇女？再者，就算那君逍遥和朱雀古国的皇女是相好，本侯爷便会怕了他？那是，公子可是大人物，将来注定站在仙域巅峰，俯瞰众生。知道就好。接下来，集结3国军队，进攻朱雀古国，把最后一片罗盘残片给我带来。是。等等，还有一事。既然你都提到了朱雀古国的皇女，听闻这朱雀皇女拜玉儿，乃是难得的绝色美人儿，将她同罗盘一并带来这儿，
君家神子的相好，本侯爷倒也想尝尝。皇女也要亲自上战场吗？父王尚未出关，除了我，还有谁能挑起这个担子？这已经是朱雀古国最后的防线了。等正式开打，你就离开吧。他们不会因为你是君家人就停手，更大的可能是杀人灭口，转手嫁祸。除非君家神子本人过来，这是无解的死局。你想赴死？你跟我回君家，等神子出关后再杀回来。以我对他的了解，他绝不会坐视不理。我是皇女，城破即国破，谁都可以走，唯独我不能遁走。朱雀之子，生当如烈火般绚烂，死亦如是，当随风化尽，融入这赤色河山。我已命人将无法战斗的老弱妇孺集中安置在皇城中，如果有那份力量，请庇护他们。若实在腾不出手，你就帮忙放把火吧。相比死于屠刀，他们应该更愿意回归神火。我知道了。我有玲珑，麻烦你了。我需要一支自己的力量。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黑色玄甲军，殿下，是玄武古国的玄甲军，我们不是盟友吗？玄武国王恐怕凶多吉少了。朱雀古国的将士听着，我乃玄武古国大将军玄毅，给你们一个建议：缴械投降，还可避免徒劳杀戮。玄毅将军，我们曾是盟友，你当清楚，朱雀人都是什么德行？朱雀之子，生于烈火，死于飞焰，神火不灭，朱雀不亡。生于烈火，死于飞焰，神火不灭，朱雀不亡。玄毅将军，你还在等什么？难不成朱雀古国比玄武国主的性命还重要？玄甲军听令！朱雀之子，且听号令！杀！杀！终于出关了！我要吃香菇柴骨汤、干煸芹菜牛肉丝、水煮酸菜鱼、五香排骨、酸辣鸭血、泡椒墨鱼仔、香辣蟹、蚕丝兔、甜皮鸭、尖椒肥肠、麻辣鸡，哈哈哈！恭迎神子出关。只有你们2个，其他人呢？尤其是我家小玲子。此事说来话长，2个月前，胆儿挺肥呀！好强的压迫感，他这是直接突破到归一境后期了。君家虎符，族兄族姐，你们各执1半虎符，调动风林火山4卫各1万人，开拔去4项古国。我倒要看看，是谁那么大胆子，敢动我君逍遥的人。风林火山，即便作为君家序列，我这也是第一次接触到家族亲军。你呢？和你一样，年轻一辈中，恐怕只有身为神子的他，可以直接调度家族军队。风影卫、御灵卫、火旗卫、山神卫，听说其中最弱的战士都有涅槃境的修为，通天境以及神火境的强者更是多如牛毛。而神子
却轻易将这些高手的指挥权交给了我们俩。关于神子这个人，你怎么想？我不知道，他很奇怪。我是指他的思考方式，他的行为逻辑不像是9天仙域的人。该怎么说呢？他没有仙域之人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傲慢。比起修士，我感觉他似乎更像是下界的凡人。不过，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向来随波逐流，极力降低自身存在感的你，为什么要问我这种敏感的问题？没什么，只不过我暂时……听说你调动了风林火山思维，不错，名声就得这么一点点打出来的。然后找我有事儿。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不错，名声就得这么一点点打出来的。然后找我有事儿。那就不能单纯来看亲亲爷爷吗？不，你什么德行我还能不知道？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身形兼备，倒是连我也看不清这小子的底细了。也不知他耗光君家所有的仙元，到底做了什么。上次他坐在这儿还是小小一只呢。哎呦，嘿嘿嘿，我确实有一件事想请教爷爷。我就知道，什么事儿？说吧。爷爷，你可知这是何物？你这东西很危险，你从哪里弄来的？啊，元天至尊赠予我的，那个木盒子中装着的。元天至尊？我不是他老人家从异域带回来的，那东西的本体竟在异域。逍遥啊，你可听说过仙域的7大不可思议？仙域7大不可思议，那是指流传于仙域的7个诡异的传说。开往黄泉的星空鬼船，手持袖剑的断手剑客，以及埋葬无数至尊强者的青铜仙殿。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风华绝代的修士想要探究青铜仙殿的秘密，但活着回来的人却十不存一。你手中这块残片散发着极为不祥的气息，恐怕正是来自青铜仙殿。逍遥啊，你天资卓绝，即便不去冒这个险，日后亦能乘胜做主。答应爷爷，不要因为无谓的好奇心让自己陷入危险。哦，嗨，爷爷还不了解我吗？没人比我更懂猥琐发育，我怎么可能因为……恭喜宿主，新的签到地点已刷新，请在青铜仙殿签到。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感不感动？打不着，狗都不做。杀！朱雀古国真的要亡了吗？站起来！朱雀神火不死不灭，所以我才讨厌这帮打不死的烤小鸟。不过，只要控制住神火源头，找到了，整个皇城只有这附近的建筑群是有结界，这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吗？总之，先进去看看。小侯爷，有人闯进来了。小苍蝇而已，去处理了。是。
通天境还是真火境？哦，看泄露出来的灵力，应该只有归一境的修为。哼，区归一境，竟然能抵挡我的攻击，还反过来伤到了我。小子，你是谁？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这下就不会有人发现了。你该不会以为能杀了我吧？分身，该死，麻烦大了，得赶紧告诉侯爷。潘武深朝，遮遮掩掩的，到底在打什么主意？我制造了7个分身在皇城里乱窜，你们就慢慢抓吧。从进入结界开始，就有2股极为强大的气息冲天而起，简直就像故意在释放气息，想把人吸引过去一样。过去看看吧。青龙国主，嘿，还挺烫手。要不是公子非要把你抓回去当妾，真想直接杀了你。放肆！休要羞辱皇女殿下！如何？这次还能让他们站起来吗？怎么办？不行，我不能放弃。思考，快思考！何人犯我朱雀古国？那2股庞大的气息，就是从这附近传来的。下面应该是空心的，探查一下吧。找到了，尽量安静一点。小崽子，你是谁？圣人。老白，收起你的杀气。这孩子既不是青龙古国的人，也不是盘武神朝的人。还有一个，2位圣人。晚辈军仗剑，敢问2位前辈是？星君，你可识得荒古君家的臣子君逍遥？老白，冷静点，堂堂圣人，这也太丢人了。你这老王八，都像腊肉一样被挂在这儿了，还管什么丢人呢？唉，小公子，我等是玄武以及白虎2国的国主，技不如人，被囚禁于此，国家也落入他人掌控之中。方才听闻公子姓君，朱雀古国乃是君家神子麾下，敢问神子可有意插手此事？没错，我正是逍遥公子的追随者，公子仁厚，绝不会坐视不理。太好了，可算有救了。对了，小崽，公子得赶紧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为了打下4项古国，盘武神朝出动了。老朱雀，你还活着？因祸得福，刚好突破到圣人境罢了。刚刚突破，想必境界尚未稳固吧？放心，就算境界不稳，也比你这赶着当狗的东西强。找死！站起来，我的子民！胜利必将属于我们！是青龙古国与白虎古国的军队在后面，玄武古国只是诱饵。老朱雀，你还是老老实实认输吧。就凭你还不够。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为了打下4项古国，盘武神朝出动了足足4位圣人。好在我们也没那么容易战败，
国主，父皇。还有一个，也是圣人。不，是4个，这便是那位公子派给我的助力。你说你这是何苦啊？挣扎只会让自己死得更难看，不如老老实实和我一起投入公子麾下。这还真是一如既往令人厌恶的回答。杀了他！难道真是天要亡我朱雀国？不行，不能泄气。一旦我倒下，我的妻女将任人折辱，我的子民将尽数为奴。站起来，站起来！神火不灭，朱雀不亡！站起来！太好了，父皇，你终于醒了。玉儿为我加护神火，治好了我身上所有的伤。强行跨越5个大境界进行加护，神火会熄灭的。神火熄灭后，人会怎么样来着？会……受不了！你这白痴！公子说了，要把白玉儿活着带回去当侍妾。算了，拿回去做成活人偶，应该还能用。乖孙，你爷爷我又回来了。朱雀，没事吧？糟糕，来晚了。不晚，还有救，快！这是不死药。废什么话，还不为他吃下去？搞什么？为什么你们会在这里？这不都多亏乖孙你把4位圣人都带来战场上，不然我们哪有机会逃啊？老群龙，现在局势逆转了，想不到吧？逆转？笑话！就凭你们3个半残的圣人，到目前为止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应该没事吧？你明明也知道，我把4个圣人都带到了战场上，所以面对5位圣人，你们凭什么觉得自己有胜算？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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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崽子们，还不快给老子住手！到底是谁允许你们跑来这战场的？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都搞不清楚了吧？国主的除萧好，快停手！国主回来了！不行，停不下来，各国军队全都搅在一起了。你真是一帮不让人省心的小毛崽子！你还有心情管那边的事啊？战场上的人早杀红眼了，可不是你喊一声就能停下来的。只要把你们留在这里，你们所有的挣扎都将失去意义。来者何人？亮出总令。在下韩厥，是一介散修，炼气境9层，想要拜入玉清宗，不知可有门路？三灵根。点击契约，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 10点更新1集。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老白，当心点儿！你脑袋差点被削掉。先专注眼前的战斗，别的之后再说。我真不明白，你们到底在坚持什么？为了拿下4项古国，潘武王朝出动了4位圣人。小公子，
得赶紧将这消息传出去。好的，我这就。传音遇险，两位前辈，比起一直被锁在这里，可愿随晚辈正面赌上一把？方才逍遥公子来信，他率4万军家亲卫，正在赶来的路上。只要能在正面战场上拖住那4位来自盘武神朝的圣人，我们到底在坚持什么？我们只是在拖延时间而已啊！这到底是什么情况？老青龙，我们在等君家神子，你在等什么？这到底是哪儿来的怪物？都给我听着！朱雀古国乃君家神子麾下，谁若敢再出手，斩无赦！君家是君家的军队啊！太好了，是君家神子来帮我们了！君家，青龙国主，解释一下现在的情况吧。若无法叫我满意，青龙古国今日便会从荒天仙域消失。是君家的风林火山4位，太强了，根本不可能正面对抗。魔鬼，他们是魔鬼，快逃啊！军团的质量差距太大了，这就是黄谷君家的实力，根本没有胜算。君家神子，你待如何？我待如何？奇怪，真是太奇怪了。发动战争的是你，咄咄逼人的是你，你却反过来问我想做什么？我想诛你9族，能麻烦你赶紧去死吗？你不要欺人太甚！我背后自有高人助阵，由不得你如此嚣张。我欺人太甚，所以强兵侵占他国领土，造下无数杀业，甚至意图屠城灭国的人，是我君逍遥。你背后有人？我倒想看看，这荒天仙域到底有谁能承受我君逍遥的怒火？这是5大神诀之一的君家戮仙剑诀，身为圣人的我，竟也会感到畏惧。是了，当初祖龙朝的幽龙至尊，不就死在这一剑下吗？得撤，得回去与公子会合。想跑，没那么容易。该死，又是5大神诀！这小子到底得到了多少机缘？尚往来，臭小子！还不宰了他！想得美！老辈小心！来者何人？亮出总令。在下韩厥，是一介散修，炼气境9层，想要拜入玉清宗，不知可有门路？三灵根。点击契约，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 10点更新1集。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老辈小心！傀儡？难道4个都是傀儡？这就逃了？不对，有什么过来了？又是这种光！啊！刚才君家神子出现也是这种闪光。君家神子，好大的威风啊！族兄，这是何物？我年纪小，见识少。这如果我没看错，
应该是一张床。最近流行御床飞行？我觉得应该不是流行的问题。根据仗剑传回来的消息，幕后之人来自盘武神朝。如此一想，盘武神朝里确实有这么一个奇葩的家伙。哦，族姐知道来者是何方神圣？应该是盘武神朝的冠军侯。此人名为杨盘，江湖人称妇女公敌。盘武神朝的冠军侯杨盘，荒天仙域流传着许多与他相关的异闻。早先他只是王府中养马的小厮，身份卑微，受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转变发生得很突然，作为小厮的他，被王府的世子爷当玩具扔进遍布蛇虫的山谷，却因祸得福，捡到了一把古剑。而这把剑正是盘武神朝的开国君主盘武大帝锻造的3把神剑之一——盘黄生灵剑。得到神剑之力之后，杨盘做的第一件事是灭杀王府满门，有仇者杀之，有恩者杀之，年轻力壮者杀之，老弱病残者杀之，甚至就连马厩里的马也全都被杀了个一干二净。犯下如此惊天血案，却只因他手持盘黄神剑，便被视作盘武大帝转世。非但没有受到责罚，反而得到盘武神主青睐，从此收揽各种机缘，一跃成为盘武神朝的冠军侯。此人起于微末，性格喜怒无常，尤其贪恋美色，且嗜杀无度。被他强行收入宫的女人，一旦生出反抗心，便要遭受扒皮抽筋之苦。这家伙老少无忌，所以才说他是仙域的妇女公敌。这样啊？哎，公子你怎么了？被恶心到了？没，我在想要何时才能推动仙域的法治流程。法治？那是何物啊？就是叫世子爷不敢欺负小厮，叫冠军侯杀人一偿命的法则。这恐怕只有等您成了大帝，才有机会建立这种法则。那就是君家神子，感觉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先挑衅一下，朱雀国主，本侯爷给过你机会，明明只需要交出罗盘碎片，臣服于我，便可换得朱雀古国高枕无忧。更何况，我还特许你那当别人家情人的女儿进入后宫，成为本侯爷的妾室是何等荣耀！你还有何不满？竟反抗至此！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你这妖人，休得侮辱皇女殿下！放箭！一群肉身境的蝼蚁，也敢向本侯爷露出獠牙？是陛下，绝不能放过那个羞辱皇女的妖人！陛下万岁！小国寡民，受不得侯爷抬爱。侯爷若执意逼迫，我们便只能鱼死网破。你敢？还不快住手！抱歉，我这个人呢，听到有狗在我面前狂吠，就会忍不住动手。君家神子，君家神子，我们之间有必要如此不愉快吗？阁下对圣人境的朱雀前辈不屑一顾，却对我这小小皈依境修士如此客气，莫不是因为我姓君，觉得自己惹不起君家？哎呀，堂堂盘武神朝冠军侯，竟也是个欺软怕硬的废物呀！君逍遥，你真的是找死！
看法力，好像也只有归一境的修为。一把年纪了才归一境，他到底在狂什么呀？君逍遥，去死吧！明神之矛，去！好弱呀！盘武神朝冠军侯就这？公子，这人不是杨盘，至少不是他的本体。哦，我曾与杨盘交过手，那小子最大的倚仗就是盘黄生灵剑，此人身上没有那把剑的气息。所以，这很大概率只是个分身，真是个蠢货。不过一具分身，居然有勇气对我动手。君逍遥，既知道本侯爷只是分身，那也应该知道本尊究竟会有多么强大。现在若是收手，还有挽留的余地。唉，可悲的家伙。看到那边的遗骨了吗？你应该清楚他们的修为吧？都是些肉身境或是神藏境的修士，最高也不过灵海境。在咱们这些天骄看来，他们都是蝼蚁。可就是这样的蝼蚁，也敢为胸中一腔血勇，向你这高高在上的侯爷拔剑。再看看你，堂堂盘武神朝冠军侯，居然试图拿一个远在天边的本尊来震慑眼前的敌人。你可真是个废物，连蝼蚁都不如。你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镇压他！公子小心！杨盘，知道我和你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去死吧！那就是我能代表君家，你却代表不了盘武神朝。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六更新1集。我猜你想的是，只要镇压而不取我性命，君家就不会拿你怎么样，而你，仍旧可以强势攻占朱雀古国，夺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怎么可能？五位圣人几乎同时被消灭，难道是圣人王出手？是他的护道人？圣人王竟甘愿当一个小鬼的护道人？哦，看样子已经意识到了，你打错了如意算盘。你的圣人傀儡镇压不了我，更何况只要我想，君家就会对盘武神朝宣战，根本不需要什么理由。也就你这种没什么见识的货色，才敢在我面前蹦跶。朱雀神火，不死不灭，难得来一趟，不好好享受，可说不过去。君逍遥，我杨盘和你势不两立。这罗盘到底是个什么宝贝，以至于那杨盘不惜灭国也想得到它？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罗盘有什么用，只知道此物与我们四大古国的前身，一个接近不朽势力的古代王朝四象古国有关。四象古国的创始人，乃是一位名为四象至尊的无上至尊，而我们四大古国的开创者，都是他的弟子。据说四象至尊，就是因为得到了这个青铜罗盘，才遭到众多强者围攻，最后不得不将罗盘一分为4，交给4位弟子保管。因此这罗盘碎片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我们的传承古物。你们这么一说，这个罗盘的质感，我总感觉在哪儿见过。哦，是这个。果然，这罗盘搞不好和青铜仙殿有关啊。
青铜仙殿，难怪会引来无数强者觊觎啊！这东西我们可留不住啊，咋办？既是公子救了我等，我等自当将此物献给公子。这不就是把麻烦扔给我吗？你们仨行不行啊？能不能有点野心？难怪会被人欺负成这样。此事暂且不提，你们商量好了吗？商量好由谁来统御整合后的4项古国了吗？所以你们是完全没有考虑过吗？这3个憨憨是怎么当上国主的？这只是练手，不是对决，你俩可别上头啊！他果然很快啊，但我也不会输。打中了？不对，他在更高的地方。哇，这招不错哎，我也想试试。啊，啥情况？他俩怎么打起来了？公子，不死灵药与朱雀神火的相性出乎意料的好。那位皇女这次也是因祸得福，修为更上一个台阶。玲珑正在给她喂招，想看看她现在究竟到了什么程度。这样啊，挺好。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公子，我能暂时离开一。传音玉符，搞不定的话，随时都能咬我。你知道的，只要不闭关，我向来很闲。谢谢。这有什么好谢的？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玲珑同志，咱俩好歹也算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吧？你竟敢和我见外！是，抱歉啊，理所应当的吗？这并不是一个所有人都能被称之为人的时代，弱小是原罪，弱者不配为人，只是蝼蚁。于是，力量变成了套在脖子上的枷锁。因为不想变成蝼蚁，所以必须不择手段地追求力量。可是，你经常对我下跪呢。我是您的仆人，公子。话是这么说没错。但你只是在为我工作而已，又不是我的奴隶。我们没签过什么卖身契吧？没有。所以站起来吧，我们是平等的呀，干嘛要下跪？大家都是一样的人，谁也不比谁高贵。我知道，他从小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但偶尔还是会觉得，他那种理所当然的想法，真让人憧憬。我当4项古国的国主，真的假的？是的，就是你。可我只是……玉儿莫要推辞，谁人不知老朱雀闭关期间，是你独自撑起了朱雀古国呀。也是你当机立断，出兵联合我们对抗老天龙那老混账。最重要的是，在你的统御下，朱雀古国在将近破国的情况下，也没有出现叛国者。就连老百姓也大都拒绝了君家的引渡，决定与国家共存亡。即便是为父提前出关，也断然做不到这种程度啊！综上所述，我们一致认为，你就是最适合统合新4项古国之人。加油！你是这个家最后的希望。
好吧，既然你们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试试。太好了，不愧是我家乖女呀！国主，这是咱们朱雀古国，不，现在该叫朱雀郡了。这是朱雀郡的阵亡将士名单以及后续的抚恤报表啊，还有战争地区的重建计划，全都交给你了。怪职，这是咱们玄武郡的，还有咱们白虎郡的，还有青龙郡的后续处理问题。玲珑，你看我长得有几分像冤种？你加油。来者何人？亮出总令。在下韩厥，是一介散修，炼气境9层，想要拜入玉清宗，不知可有门路？三灵根。点击契约，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 10点更新1集。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你们听说了吗？那个叫杨盘的，不是被公子打脸了吗？那小子居然放出狠话，说要在盘武神朝的长公主择驸马的日子，约战公子于紫禁城之巅呢。真是个蠢货，连我都拿不下，怎会觉得自己打得过公子？不过，盘武神朝好歹也是不朽王朝，长公主择驸马的日子，定然会吸引八方势力前去观礼。哼，那小子是想踩公子上位，这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也不知公子打算如何对付。既然他算盘珠子都崩咱脸上了，不去凑个热闹，岂不是很对不起吃瓜观众？公子，我打算自己去盘武神朝一趟。族兄族姐接下来都有什么打算？啊，不带我们吧？公子，我打算去下界一趟，族中已商议好，正好趁此机会向你请辞。机会难得，我打算随他同去，这样二人也好有个照应。等等，你们认真的吗？天地规则相悖，下界相当排斥仙域生灵，仙域的生灵只有褪去一身仙气，才能被下界所接纳，那可是要抽仙骨的。话虽如此，君家其实有手段强行打通位面壁垒。不过，那大概是公子想下界时才有的待遇，君家不会为我们做到这种程度。你们？没错，我们打算褪去仙气，抽出仙骨，以血肉之躯去凡尘走一走。公子，你说说他们啊！下界，万劫族兄的妹妹失散在下界，她想去下界不奇怪，但雪皇族姐为何？而且她特意提到君家有能力打通位面壁垒，却又要说以血肉之躯下界，仿佛是在说让我不要插手此事。族姐为何要做到这个程度？是遇到了什么事吗？怎么只问我？公子应该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修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道是修行的目标，也是修士的根本。如果背离了自己的道，就会造成道心破碎，无法继续修行。不过很遗憾，我没有自己的道呢。不如说，此处除了公子你，在座的各位都没有自己的道。别带上我们。我等皆生于仙域世家，踏上修士之路是理所当然。很少有人思考自己为什么要修行。我倒是因为不服嫡庶之别才努力的。都是为了家族而活，谁都没想过去寻找自己的道。该说是契机还是别的什么，我总感觉比起修士，我感觉他似乎更像是下界的凡人。去下界的话，似乎就能找到属于我的道，否则就算留在仙域不断提升修为，也不过活得浑浑噩噩。真令人吃惊，这个世界
大部分人都将变强当成唯一的道途，没想到还有人会为了寻找自己的道途而自抽仙骨。族姐，作为你的族弟，逍遥感到十分荣幸。我果然搞不懂这孩子的想法。那一日，君家的序列们首次分道扬镳，谁都不知道日后会发生怎样的事。好，都送走了，那我也该出发了。哦，原来如此，我已经理解了一切。那我呢？我该去哪儿？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老祖，你不是说我是青龙古国的国运之子吗？为何现在连国都没了？他太着急了，急着统一4国，急得不想等你成才那天。因为太急，所以遭到了反噬。君逍遥，杀父之仇，灭国之恨，若不将你挫骨扬灰，我萧晨誓不为人。萧晨，定下来，你快要入魔了。入魔？哼，入魔又怎样？我要杀了君逍遥，不论付出何种代价。蠢货，你忘了你还有2张底牌吗？古朝内的至尊龙血，以及盘武神朝的武明月。没错，我还没输，我还有明月，他一定会帮我的。老祖，是小子失态了，我们赶紧出发去找那古朝。只有得到至尊龙血，我的实力才能蜕变。关于武明月，我有件事要告诉你。你可知你与他之间的最大阻碍是谁？不是君逍遥，而是冠军侯杨盘。杨盘？那不是……所谓择驸马，其实只是幌子，是盘武神主帮杨盘造势的幌子。若没有盘武神主作为后盾，一个小小马夫又怎会有如今的地位？况且真要算起来，杨盘才是青龙古国覆灭的罪魁祸首。该死，这些渣子，我一个也不会放过。不过，好消息是，杨盘与君逍遥也是仇人。你现在要做的是养精蓄锐，坐山观虎斗。别不服气，这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是最好的策略了。是。回来之后，就经常露出这副表情。姐，有什么心事和我说说呗。虽然我可能帮不上什么忙，但说出来至少会好受点吧。秘境里面只有我们2个人，我不会告诉老头子们的。糟糕，我的状态已经差到让洛离为我担心了吗？洛离，你觉得现在的江家怎么样？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什么怎么样？不止我们这一代，
从很早之前开始，江家就没再出现过像君家或是叶家那样精彩绝艳的天骄。可江家依然跻身荒天仙域御三家之一，因为我们和大部分家族势力关系都不错吧？是啊，我们的表姐是君家白衣神王的妻子，我们与叶家也有姻亲关系，就连你也早早定下了婚约。你才几岁啊？如果我变得足够强大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结束江家这种扭曲的维系方式了？洛丽，对不起，没忍住。姐，你才几岁啊？我还是个小孩，难道你就不是了吗？你只是比我早出生几年罢了。小孩就要做小孩应该做的事儿，这个年纪就想背负江家还太早了。天塌了还有高个儿顶着呢。况且，我有我自己的活法呀，你没必要为我担心的。综上所述，当务之急是去盘武神朝吃瓜。盘武神朝的请帖，我没什么兴趣。傅伯，帮我推辞了。啊，此次宴会倒真有件趣事，公子当真不去？何事？听闻盘武神朝的冠军侯杨盘要在宴会当日约战君家神子于紫禁城之巅。傅伯，准备一下，我们出发去盘武神朝。是。这可真够惊人的，祖龙血脉的至尊之血，竟然在这荒山中汇聚成了深潭。只要有这些龙血，我就能……时代变了呀，现在的小贼都敢当着主人家的面偷东西了。不好，这怪物已经醒了！小陈，你快走！哦，一道腐朽的残魂。干巴巴的，不怎么好吃的样子。老祖，杀气，不行，动不了。哼，非但不逃跑，还想着进攻，胆子挺大的嘛。青天化龙诀，哼，原来如此，偷到了功法。却没有相应的传承，所以只好再次来此行窃，却未曾想此地的主人已经苏醒。主人，此人就是自封于此的古代怪胎。小贼，做个交易如何？你想要吾的至尊龙血吧？堂堂太古皇族，与我这凡人有什么交易可做的？凡人，9天仙域的修士何时开始自称凡人了？吾沉眠已久，肚子很饿。小贼，替吾寻来99份童男童女之血，吾便实现你一个愿望。这太古蛮子竟想吃人，此等丧心病狂之事，便是杀了萧某，萧某也绝不答应。怪哉怪哉，为何龙要人血就是丧心病狂？你们人类不是做得更过分吗？龙角龙骨可炼法器，龙鳞龙牙可做甲胄，龙肝龙髓更是无上美味。更何况，你忘了自己来这里是想做什么了？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你忘了自己来这里是想做什么了？你这是偷换概念！哎呀，我可真是睡得久了，就连脾气都变好了。就算被小贼蹬鼻子上脸，依旧风度翩翩的好女人，就是吾。不过，吾还是建议你好好想想，一点凡人的血，年轻修士未来璀璨的道途，到底哪边更重要点呢？不好！小陈，莫要被他蛊惑。这古代怪胎身上应该还有某种限制，不能对我们出手，否则他又何必在此白费口舌？
男子汉大丈夫，当顶天立地，自己的愿望自己实现，容不得你这妖物再次挑唆。哟，还挺有骨气。那你加油啊！只是下次再来，价格就得翻倍了。消失了。他恐怕从未真正出现在此处过。镇压我们的，不过是从封印中泄露的一丝神识。他清醒的时间应该不会太多。趁现在，你赶紧吸收龙血。是。好多人啊！不愧是不朽王朝，看来会很热闹。哇，好肥的猫哎！你要吃小鱼干吗？家人们，他喜欢我，他想跟我回家。他肯定喜欢金色的麻袋。好家伙，我找了你半天，结果你就躲在这儿。我说过，你该减肥了。喵。抱歉，小姐，这家伙给你添麻烦了吧？没有，公子，这是你的猫啊？是啊，这家伙一不留神就溜出来了。公子也是来盘武神朝参加宴会的吗？算是吧。有人约我来这里玩。啊哈！一看就非常有钱的人出现了。公子，可惜已路。不瞒您说，小女子自幼在这皇都长大，关于盘武神朝的事就没有我不了解的。雇我做向导的话，现在特价优惠，只需要3块虾皮神元，怎么样？是不是很划算？我当初也当过这种导游，只为挣点辛苦钱。也好，我确实需要有人带我了解这城中之事。你看这个够吗？金色绝品神元，原石，仙域通用的货币，蕴含大量灵气，也是修炼的重要道具。遇到狗大户了！够，绝对够！公子都想了解些什么呢？盘武神朝此番设宴，都有哪些势力参加？公子，您可算是问对人了。这段时间，光是我就接引了不少世家大族的传人呢。其中比较值得注意的，应该是北地王家以及万皇灵山吧。北地王家，好像有点耳熟。北地王家于荒天仙域极北之地，占据了30余个道州，是赫赫有名的荒古世家。其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们族中的天骄王家少帝王腾。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公子，您怎么了？没事，你刚才说谁？王腾？是啊，公子，您认识王家少帝呀？我儿王腾有大帝之尊。绝了！公子，您怎么知道少帝他爹经常说这句话呀？小姑娘，退后。大黄，你护着他。逍遥公子，好久不见。不是，你谁啊？是我了，叶星宇。2年前我们见过面，还打了一架来着。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也太过分了吧？这不是因为你变化大了吗？你没资格说我吧？叶星宇，等等，荒
谷叶家的少爷御三家。他刚才叫狗大户什么来着？逍遥公子。我勒个洞，君逍遥！哎，三才童子。所以星云公子找我何事？你应该不是无的放矢吧？上次与逍遥公子交手，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这2年我反思了许多，也变强不少，所以一直想找机会与公子再切磋切磋，以求能获得新的感悟，抵达新的境界。切磋？现在吗？好直接。我听说你要和盘武神朝的冠军侯约战，现在不宜消耗体力吧？我不急的，反正只是切磋，可以等你们打完再说。星云兄无需多虑，那杨盘可算不上什么货色。况且你只是和我切磋，又不是来拼命的，不是？倒也是。小姑娘，这附近可有什么适合切磋功法的空地？啊？嘿，这地方不错吧？距离主城区有一段距离，却又不算太远，只要不闹太大，就不会引人注目的。确实不错。星云兄，咱们怎么比？我记得上次我胡乱动用神通，结果基本没碰到你。逍遥兄，这次我们只比招式，不用灵力，如何？我想看看这次能不能抓到你。捉迷藏吗？有意思。不会吧？这居然只是纯粹的肉身碰撞？这就是荒古御三家的实力吗？对了，那姓杨的要在长公主择驸马的日子约战君家神子。若此人就是传闻中的君逍遥，说不定他真的可以杀了杨盘。这位少女的名字是秦轩，她并非普通人，她本为盘武神朝秦天侯之女，母亲更是冠绝神朝的美人。杨盘垂涎秦天侯夫人美色，欲将美人纳入后宫。秦天侯带领部将拼命反抗，却死于杨盘之手，整个侯府近乎被屠戮殆尽，从此走向没落。母亲想要为父亲报仇，却被杨盘大卸八块。即便如此，盘武神主为了维护杨盘，依旧将事情压下。枉死者的遗骸已然腐朽于荒野，行凶者却依旧高坐庙堂，享受着无尽的荣华富贵。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好重的杀气呀！走神了，他们打得怎么样了？这是干了啥呀？才能把场地破坏成这样？哎，真疼，感觉有点奇怪。你的右臂是不是修炼了什么肉身系的功法？你已经发现了吗？触碰的手感非常奇怪，和打在铁棍上一样。不过这次至少碰到它了。此乃元天至尊阁下赠予我的传承，此前从未给人见过。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这传承到底能把我的肉身提升到何种程度。机会难得，星云兄，可愿尝试接我全力打出的一拳？这算是对我的认可吗？逍遥兄如此高看我叶星云，舍命陪君子又有何妨？来！没错，就该如此。受教了。这小子果然挺住了。之前和我交手时打得有来有回，我就知道他肯定下了苦功夫。
不行了，撑不住了！逍遥兄果然厉害，以你这体魄为基础施展神通，区区杨盘在你手下，应该走不过3个回合。运气好，得了元天至尊的传承罢了。那养元丹，服下后尽快调息。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嘛，虽然和你略有不同，但我这段时间也得到了些特别的传承。逍遥兄可知？这世上有些人在机缘巧合下，可以觉醒前世的记忆。我就是这种情况。虽然我不清楚自己前世具体是谁，但他给我留下一座星宫，我在入梦时能窥见那星宫的一角，从而得到来自前世的传承。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叶家除我之外，不是还有号称剑魔转世的叶孤晨吗？他的情况好像和我也大差不差。如果我说我也觉醒了前世记忆呢？真的吗？逍遥兄，你前世是何方大能？路边乞儿罢了。你不会在忽悠我吧？我和他是可以开这种玩笑的关系吗？万皇灵山也来人了。万皇灵山，和祖龙朝一个级别的太古皇族，号称凤飞梧桐不栖，所以走到哪儿都撒梧桐叶，宣示存在感的一群小鸟。他们这是要去哪儿？那边好像不是皇城的方向，是要去仙穹楼吧？仙穹楼？最近这段时间，仙武琴宗的天琴女一直在仙穹楼举办斗琴会，说是若有人能在琴道上胜过天琴女，就能得到300块仙元作为奖赏，因此吸引了不少天之骄子前去参加。300块仙元？这眼神有点眼熟啊。星云兄可有兴致一同去那斗琴会走一遭啊？啊，我不会弹琴啊。无妨，兄弟我可是琴道高手，你去给我助威就好。弹琴为什么需要助威？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哇，你们看到那位天琴女了吗？她绝非凡人。当然看到了，就是为了看她一眼，我们才会挤破脑袋围在仙穹楼外边呀。哇，她那气质简直了！就是，可不是谁都能驾驭那个的。这些人真是无礼，怎可在背后如此妄议他人？别太认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公子说的是，天琴女颇负盛名，就连万宝商会的少主以及神朝的3皇子都是她的追求者呢。让我看看天琴女阁下到底长什么样。哇哦，这一品可不是谁都能驾驭的呀。今日的斗琴会现在开始，可有挑战者？我来。让我来会一会你这仙域年轻一辈的琴道第一人。琴道第一人不敢当，小姐既要挑战，那便请吧。是万皇灵山的人。这个好明快，
就像在空谷中听见了凤凰的鸣叫声，这个我也喜欢。逍遥兄，你又怎么了？星云兄，你没听出来吗？那姑娘弹的曲子是《凤求凰》。所以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将琴代语兮，聊写衷肠。何日见许兮，为我彷徨。愿言配得兮，携手相将。不得于非兮，使我沦亡。逍遥兄，这莫不是？没错，是求偶用的曲子。太古皇族好奔放啊！不愧是仙域年轻一辈琴道第一人，我败了。承让，麻烦把琴带走。看来这位凤姑娘失败了呢。确实，这种事大庭广众之下很难成功啊。星云兄，接下来该咱们上场了。真要上啊？在下想挑战，不知姑娘可还有余力？不妨事，公子请。既如此，琴来！哇，那是什么琴？咦哈！一起狂欢吧！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逍遥啊，咋了，老爷子？咱没那个天赋，就别硬弹了吧，你琴都拿反了。你这棉花弹的，早晚得让人投诉扰民。可我还挺感兴趣的。要是你真这么喜欢，去拜个师傅如何？咱老君家还有精于琴道的前辈。嘿嘿，你的护道人便是。何事？想求教前辈，如何才能弹出一手好琴？你想学？你指下的每一个音节，都在呼喊。看我呀，看着我呀！那是什么琴啊？我说那真的是琴吗？声音就像是在脑子里回响一样。好狂暴的弦音，这到底是什么曲子？像是摧枯拉朽的风暴，又像是熊熊燃烧的火焰。魂魄正在烧腾，在咆哮着，想要冲破躯体的桎梏。怎会有如此张狂的欲望？灵魂一到人间，便被囚入有限的躯体。那灵魂原本就是多少梦想的埋藏，那躯体原本就是多少欲望的储备。咆哮吧，生命力已如洪水般暴涨。这是你们自己的灵魂。
兄弟我可是琴道高手，你去给我助威就好。弹琴为什么需要助威啊？我明白了，我完全理解了。逍遥兄，你果然是个特别厉害的人啊！你喜欢琴吗？喜欢。先生，您能教我吗？可以啊，不过你为何而弹琴呢？小姐，琴，小姐，天琴女小姐，在下的曲子已经弹奏结束了，轮到小姐你了。不，我已经输了。天琴女居然认输了！那个小哥很厉害呀！那个琴接下来肯定会在仙域流行起来的。小哥，干得漂亮了！下次还有演奏的话，我们也会去听的。既然是公子赢了，这300枚仙元当属公子。300枚仙元都在这储藏戒之中，公子请查收。小姐爽快，我确实收到了。哦，小女有一不情之请，不知公子可否答应？等等！来者何人？亮出宗令。在下韩爵，是一介散修，炼气境9层，想要拜入玉清宗，不知可有门路？三灵根。点击契约，悄悄修炼1000年，每周6 10点更新1集。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你那把琴，好帅啊！可以教教我吗？教我！你很有眼光嘛，摇滚很棒吧？超帅的吧？不过就算要教你，你也得献我一把同样的琴才行啊。这样吧，我给你一张图纸，你先去炼制一把趁手的琴。竟然是如此宝贵的图纸，我会一辈子珍惜的，师傅。喂，是我先来的。哇，有什么关系嘛？这小子是谁？敢来砸我的场子？三皇子，我们斗了这么久，结果却是给别人做了嫁衣。你什么意思？相识这么久，你见天琴女表情如此丰富过吗？你难道就这么甘心让那个家伙染指天琴女吗？我只告诫你一句，最好别招惹那位。好，你知道他的身份？不知道，只是一种直觉。不能惹。哼，即便他是不朽道统传人又怎样？我也是盘武神朝的皇子，定要让他为今日之事付出代价。公子请。多谢。公子愿意赴约，是小女的荣幸。你似乎有问题想问我，既然拿了你的仙元，自然。麻烦的追求者，分别是万宝商户的少主，以及盘武神朝的3皇子。仙武琴宗不算特别强大的宗门，至少无法和盘武神朝以及万宝商户这2个庞然大物相提并论。因此，不论我心中作何感想，至少在明面上，我不能得罪这2位公子哥。某一天，2位公子哥给我出了个难题，他们将300块仙元作为礼物送给了我。300块仙元，即便放在各个不朽势力中，也是一笔可观的财富。问题出在，小小的仙武琴宗，受不起这份财富。如果真的收下这些仙元，那我很快就会沦为他们的玩物。所以我必须想办法，把这300块仙元丢出去。我想，
你大概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赢，所以你弹奏的才会是霓裳羽衣曲。公子慧眼如炬，霓裳羽衣曲为本宗的立派之曲，但那是需要整个乐团进行合奏的舞曲，更是为了取悦听众而被编织出来的舞乐。而你的疑惑便是与这曲子有关。公子为何而弹琴呢？畅快。今夜闻君一曲，心中久违地充满了畅快之感，而我却靡靡之音。我并非是为了追求这种声音才选择琴道。有位前辈曾教导我，不必拘泥于形制，琴之一道，以心入定。修士弹奏的不是琴，而是心，是修士的人生。这是霓裳羽衣曲。来者何人？亮出宗令。在下韩厥，是一介散修，炼气境9层，想要拜入玉清宗，不知可有门路？三灵根。点击契约，悄悄修炼千年，每周6、10点更新1集。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音压很低，如泣如诉，仿佛旅人在长夜中思念故乡。好完美的曲子。小姐，大音希声，何在乎于曲，在乎于琴。大皇，这附近真的有公子的居所吗？总感觉好偏僻啊。天琴女有约，我不好拒绝。你先回我的宅院休息，大皇会为你带路。听说他要留到宴会之后才离开，一时激动就提出接下来的时间都当他的导游。没想到他真的答应了，我是不是不该这么冒进啊？和陌生男子一起住1个月，我到底在想什么啊？可是人家钱都付了。不是说这里没其他人吗？谁？今晚多谢公子解惑。不客气，愿姑娘早日走出迷障。公子真的不在庄内歇息吗？啊，不必。既然得到了仙缘，我想尽快修炼。既如此，也不便挽留。夜深路重，恐有蛇鼠虫蚁作祟，公子当心。无妨，我自有分寸。蛇虫鼠蚁之流，不足为患。那么，后会有期。后会有期。血杀剑术，幽冥天的刺客。这小子的气运不过归一境，竟然敢如此靠近河道境的我，去死吧！哎呀，小心啊！指甲太长的话，不是很容易裂开吗？话又说回来，你的小伙伴还挺多呀。果然呐，之前我就觉得眼熟，你是那个倒霉的秦天后活下来的独女秦轩，对吧？你是和杨盘称兄道弟，甚至帮他掩盖罪行的混账皇子。你是和那个白衣小子一起行动的吧？告诉我，他是谁？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我只是给他带路的向导罢了。不肯说实话。
干什么？没见过毛歹人吗？不过你们来的正好，大爷我憋了一天，正愁没地方发泄呢。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明明所有人的修为境界都在他之上，为什么会被他完全碾压？他到底是何方神圣？他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哟，好像只有你还活着呀，真坚强。你是他们的首领吗？所以，是谁派你们来的？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我懂了，出于职业道德不好说是吧？是我冒犯了。那么，得罪了，我还没有直接对人使用过这招呢。时至今日，有必要对此进行说明。虽然一直在使用，但极少人有发现君逍遥的这门大神通。那是君逍遥3岁时打碎太岳古碑，创造万古极境时获得的天道赐符。这是门能够淬炼神魂的强大法门，其名为混沌神魔观降法。脑子里有什么东西进来了！快停下！救命啊！这门功夫能将人的元神拖入混沌，经受混沌的反复折磨，几乎没有人能抵抗这来自混沌的诱惑。凡中招者，只有被混沌同化这一条归路。感觉如何？超棒的！我已经嗨得不行嘞！所以是谁派你来的？是盘武神朝的三皇子要买你的命嘞！那万宝商会的少主没参与吗？没有，委托我们的只有三皇子嘞。知道了，回去吧，记得把你的兄弟们都带回去。好说好说，反正我已经完了，就和兄弟们一起上路嘞。三皇子，哼，这盘武神朝还真是从上到下都不把人命当回事。不止盘武神朝，我早知道的。这个世界既没有王法，也没有天理，所以犯不着生气。好，决定了，等这边的事情了结后，就把这个三皇子抓去挂城墙，就挂在阳盘隔壁。老大，你回来了。这里是盘武神朝的三皇子，他来找您的麻烦了。他护道人挺厉害，把他捞走了，不然我高低得给他2爪子。果然应该现在就去把他抓来挂城墙。是君家的车队来了，快放行！恭迎君家贵客大驾光临！哇，不愧是荒古君家，真威风啊！若我也投胎到君家，该有多好啊！话说，怎么没有看到君家神子的座驾呀？站住！那边的人，你包裹的这么严实干什么？摘下兜帽，让我们检查。为何不拦刚才的车队，只拦我？只是例行检查罢了。那可是荒古君家的车队，这小子居然敢拿自己同君家相提并论，这样可以了吧？好强的气势，怕是哪个不朽势力的天骄隐姓埋名来凑热闹的。可以，您请进，我们只是例行检查，希望不要见怪。哼。可恨！可恨！可恨！区区看门小吏，竟然也敢看不起我！没
关系，快了，这种日子很快就结束了。我会成为盘武神朝的驸马，不论是杨盘还是君逍遥，都将被我踩在脚下。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赵兄，此次大宴你看好哪位后生？自是君家神子啦，冠军侯也不错。不好说，据说北地王家也来人了。若是那位少帝的话，殿下，今天是您选驸马的日子，应该开心一些啊。身不由己，又怎能开心呢？殿下也不必太过失落，那些年轻俊杰里，说不定就有能配上公主的呢。哼，年轻俊杰，谁？杨盘吗？我知道的。所谓的比武招亲择驸马，不过是父王给杨盘铺的路。父王想借由我，将杨盘彻底绑死在盘武神朝的王族阵营里，就因为他得到了那把盘皇生灵剑。盘皇生灵剑。没错，那就是盘武神主力捧杨盘的原因。这盘皇剑本为盘武大帝的正道地兵，地兵一动，可震裂九霄寰宇，可覆灭八方星域。换句话说，地兵就是各大不朽道统的底蕴之所在。但盘武大帝的后人是帮不争气的废物，不但在内斗中将好好的盘皇剑一分为3，还将3块碎片都弄丢了。直到杨盘得到那块生灵碎片后，他们才重新找到地兵的线索。所以盘武神主并不见得有多看重这个杨盘，他只是想利用杨盘，为他寻找遗失的地兵的线索。没错，因此只要咱们也能找到盘皇剑的线索，不，只要你能将杨盘手中那块盘皇剑碎片夺回来，你也可以成为盘武神朝的冠军侯。明月，再等我一会儿，我一定会把你从这个牢笼中解救出来的。可恶，这东西比想象中更难啊！你都摆弄这东西半个月了，还不如你原本的琴呢。我愚蠢的偷偷哟，你不懂，你根本不懂我当时的震撼。是我不懂，我就知道你天天弹棉花，搞得我半个月都没吃好了。要是让我撞见教你这玩意儿的人，我非得揍他一顿不可。哎，你这是吃醋了吗？我们家小玄一吃醋了吗？咋了，老大？没什么，就是感觉有人在背后念叨我。话说现在是什么时间了？43刻。时间正好，我也该去赴约了。赴约？紫禁之巅，宵小有约，你也一起去吧。不想看杨盘付出代价吗？好多人呐！上次君家设宴都没这么热闹。乐离，不要乱跑。没事没事，我有分寸。小妹妹，像你这样到处乱窜，可是会被坏人抓走的哦。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乐离，不可胡闹！是他先惹我的。这位是君家的仗剑公子吧？圣衣小姐，好久不见啊！
什么嘛，又是君家的人，戏弄我很好玩吗？啊！我错了，洛丽小姐，脚下留情。君家已经到了，也就是说，逍遥他果然……公子并未同我们一起行动，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不过以公子的性格，应当是不会失约的。啊？那小子真打算来争这个驸马？哼，胆子挺大嘛！明明和我有婚约。这话没法接呀。那个洛离姑娘，好久不见，今天天气真好啊。你哪位？这似曾相识的反应，我的存在感就那么稀薄吗？我是叶星云啊，我们见过的。有事吗？那个，我前不久学了一首曲子，可以弹给你听吗？好麻烦。是冠军侯，神朝的冠军侯来了。哼，这就是神朝冠军侯吗？气息果然强大。是啊，百闻不如一见。虽说这冠军侯名声不怎么好，但实力是真的强。他身上的是天芒角神铠吧？那可是神装。据说他还有一柄伤芒神枪。哼，果然没有出现。看来我还是高看了君逍遥啊！哇，他长得好像一只大甲虫啊！好，你这么一说，确实有点像。江家的掌上明珠，果然容貌非凡。收起你那恶心的眼神，想打！说的对洛离姑娘无礼。你什么意思？是觉得我自己应付不了吗？一边去，我跟你很熟吗？不好意思啊，下意识就……啊！这是当着本侯爷的面在秀，去死吧！吼吼！非但不逃走，反而向我冲过来了吗？但是就这样向我冲过来，真的好吗？是伤芒神枪，小心呐！小子，你完了！这是……天上，快看天上！好可怕的威能！是何方大能出手了？哟，星云兄，没事吧？果然是逍遥兄！呦，星云兄几天不见，怎么变拉了呀？居然差点被人2招拿下呢！那是他不讲武德突然发难，我只是有点猝不及防。总觉得这张脸有点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在哪里？是君逍遥。也对，能这样扭来扭去的，好像也只有他了。我还是假装不认识吧。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比起君逍遥，喂，那个谁，洛离小姐，你是被打傻了吗？脖子在飙血都不知道处理。洛离小姐，丑话我先说在前头，那只大甲虫的发难我自己能应付，根本不需要你站出来挡在我面前。我没有让你站出来，所以我并不欠你，也不会感激你，明白吗？哎呦，这呛死人的行为逻辑，绝对是江洛离那个臭小鬼。我还是假装不认识吧。公子，唉，可怜的星云兄该作何反应啊？我知道的，洛离小姐，我会站出来，并不是为了得到你的感激，而是我认为我必须这样做。如果没有站出来，我的道心一定会动摇的。所以，我只是为了我自己在行动，
与洛离小姐无关，洛离小姐不用在意的。这不是会让人更加在意吗？烦死了，能不能揍他？我懂。哎呀，真诚果然是最大的必杀技。问他要不要当沙包挨我一拳时，我也是这种感觉。君逍遥，你这无耻小人，竟然搞偷袭，你还要脸吗？之前确实是他偷袭我俩的吧？是这样。无耻小人。君逍遥，是君家神子，他真的来了。他一巴掌就把神朝冠军侯拍在地里了。他什么修为？我怎么看不出来？皈依境嘛，合道境需要寻找合适的道种融入己身，没有哪个天骄会随意突破。同样是皈依境，气运差的也太多了吧？所以他之前一直没回应冠军侯的约战，是因为根本懒得理。也是，气运差距，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君逍遥，找死！你们这些人放狠话能不能有点新意啊？我就站在这里，你有本事杀了我吗？还不住手！比武尚未开始，成何体统？哼！哦，是盘武神主。怎么了？地面在翻滚。擂台是擂台，他们凭空造出一座擂台。哎呦，这招不错，适合搞土木。哎，公子，你要不要和江家小姐打个招呼啊？还有两家的长老们也在。糟糕，每次都是不同款式的老爷爷，完全没发现这些都是自家长老。逍遥向各位长老问好，还有小姨，许久不见，近日可好啊？好久不见，我们逍遥修为又提升了。洛离，不和逍遥打个招呼吗？见鬼！明明我已经尽力降低存在感了。不好的预感。逍遥爹爹，我可想死你了！你还是别想为好。这俩孩子关系真好。你认真的吗？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老三呢？今日如此重要的场合，他怎么不在？三弟说他身体抱恙，早些时日便已前往别宫养病。哼，不成器的东西！陛下，擂台已经准备好了。知道了，去吧，该你露脸了。是，陛下。哦，有人上台了。谁呀？小女乃盘武神朝长公主武明月，由衷感谢诸位高客前来参加此次宴会。哇，这就是神朝长公主吗？果真人间绝色！总算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天骄争着抢着这个驸马身份了。不仅可以一飞冲天，更是能得到如此佳人啊！盘武神主这老匹夫，这算哪门子的比武招亲？根本就是把亲女儿像市集上的大白菜一样扔到台前竞价售卖。今日是小女明月择驸马的日子，但只有脱颖而出的天骄，才能成为我盘武神朝的驸马。接下来，宴席开始，诸位少年英杰，尽可上擂台，争锋切磋。
在下天南剑派真传弟子江无忌，头阵就在下拿下了。在下对明月公主倾慕已久，此次前来正是……哼，杂鱼就别在这儿献殷勤了。既然上了这擂台，便得靠本事说话。即便阁下是神朝冠军侯，也没资格在此指手画脚吧？哼。去！呀！阿江！阿江！浑身骨骼尽碎，即便保住了命，却再不能修行。都说庙小妖风大，没那个本事就别做什么春秋大梦了。赶紧抬下去，别在这丢人现眼。盘武神朝的待客之道，天南剑派领教了。哼！废什么话，滚下去吧！他这什么意思啊？看不起人也要有个限度。简直可恶！这就是盘武神朝的做派吗？这驸马之位，本侯爷要了。还有哪个不长眼的想要争夺？大可上来一战。刚刚才被打进地里，这会儿又开始嚣张了。嗯？我对当驸马没什么兴趣，但我很想教训教训你。啊！是荒古叶家星辰王体的叶星云，叶公子，上啊，叶公子，狠狠揍那混蛋一顿！切，手下败将，安敢在此狂吠？怎么不靠偷袭就没有打赢我的自信吗？没关系。这是什么鬼东西？无耻小人！我让你先攻。啊！好，好得很！去死吧！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去死吧！瞧，不偷袭的话，你也不过如此。小子，我承认你有两下子，不过也就如此了。大话还是等你打赢我再说吧。啊！这就让你长长见识。煞气！啊！这么多枪芒，一瞬间，他分明就站在原地没动啊！他手上的环呢？机会来了！趁热打铁，旋转吧，星陨轮盘！赢了！我赢了！我赢了！叶公子赢了！漂亮！洛丽小姐，我赢了！啊，和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向我报告啊？啊！笨蛋，别大意！身后，他还没有倒下！啊！切！什么荒古叶家，蝼蚁罢了！能败在这把剑下，你应该感到荣幸。盘黄剑，我有他赢。
先去除伤口中的剑气，再止血。还好，没伤到筋骨。君逍遥，你终于来了，今日就让你见见我盘黄剑之威。哇，这招真的超适合搞击剑哎！君逍遥，会让你跪地求饶。看看你现在是个什么模样吧！你这样子，就算我把你打趴下，别人也只会说我胜之不武。你这混蛋！还有，我的时间很是宝贵，和你这种傻子一起站在擂台上蹦跶，根本就是浪费时间啊！所以，在座的诸位，有一个算一个，凡有想挑战我君逍遥者，尽可上台。不论是10人、100人，亦或是1000人、10000人，君某皆可一并应战。住嘴！你是想侮辱我吗？所以才说是个傻子，想让我住嘴，就直接像打飞天南剑派的江少侠那样，把我也打飞。你做得到吗？做不到就闭嘴去找套衣服换上，懂？大眼睛。唉，去给侯爷送套衣服。是。君家神子，好气魄！在下北地王家王刚，请指教。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哦，北地王家，敢问阁下与王家少帝有何关系？正是家兄。好，此番恰好领教北地的功法了。阁下是无名之辈，不值一提。有点眼熟啊。算了，既然想不起来，应该不是什么重要角色。是他，绝对是他，他真的来了。怎么，明月，你认得此人？不，我不认识就好，记住你的身份。是。还有人要上场吗？君某只打这一场，此后再遇神朝冠军侯这般执着的约战，君某不会再给出任何回应。看来是没有了。那我们开始吧。就等你这句话呢，君家神子！这是我王家的绝学。是金刚浮屠手，王家从小西天得来的大神通，将此功修炼到极致，一掌轰出便可震碎山河，无物不破。狗屁的无物不破！这便是王家金刚浮屠手，功力不错。他没有动用任何神通，就轻松挡住了我的全力一拳，甚至连脚步都未曾挪动分毫，厉害！君家神子，你修炼了什么炼体的法门？这是不可能，这其稀世是大罗不朽仙身。没想到逍遥当时得到的传承竟然是9大天书。9大天书，听上去好像是什么了不得的宝贝。乐离年纪还小，所以没有听说过呢。所谓9大天书，是仙域诞生伊始就存在的9本奇书，此书来历不可考据。有人说是仙人所写，也有人说是天道显化。总之，每一本天书都代表一个极致之道。有传闻说，若有人能够集齐9大天书，则可以将其合一，走出一条登仙之路。而逍遥得到的传承，恐怕正是9大天书中记载着大罗不朽仙身等修行功法的体之书。也难怪炎天至尊即便只剩残躯，也如此强横。大罗不朽仙身，切，这小子狗屎运还挺好。
厉害！没想到竟然能与传说中的大罗不朽仙山交手，何其荣幸！这位王家公子是武痴的类型啊，我不讨厌这种。何谈仙山啊？君某资质驽钝，耗费诸多时间与仙缘，也不过只淬炼出区20块大罗仙骨罢了。对于归一境的修士来说，那已经足够了。没错，少年义气，正当如此。你不上吗？啊？已经被吓到了，果然是个废物。真不知你这种荒淫无度、丧尽天良的人渣，有何资格成为盘武神朝的冠军侯？臭小子，别以为我不发话就把我……这小子也是归一境大圆满的修士。君逍遥，今日定叫你血债血偿。开局签到荒古圣体，每周6更新1集。